你刚成为武圣关羽的儿子没3分钟，就惊恐地发现老爹已经被吕蒙逼得走投无路，即将上演人生最后一幕败走麦城。面对这样天崩的开局，你再也绷不住了，死死地拽着关羽马缰。父亲，邻居真的去不得呀！吴军兵多将广，肯定已经埋伏好，等咱们上钩了。现在去邻居真的死路一条啊！父亲，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为身后的兄弟们想想，为大哥想想啊！大哥，你倒是劝劝父亲啊！大哥关平非但没劝，反而蹙眉叹道：“哎，安国，你说的这些父亲都明白，但咱们已经陷入绝境，无路可退了。不去邻居，又能去哪儿？”你急道：“除了向西，哪儿都能去。我有上、中、下3策，可解眼下困局。父亲，你就算不认同我的意见，听我说说总行吧？”关羽疲惫叹道：“你说吧，我听着。”你却摇头道：“你先从马上下来，我怕你跑了。”关羽现在身心俱疲，哪有心情听你磨叽？虎躯一震，狠狠瞪了过去。你被瞪得浑身哆嗦，但依然死死拽着马缰，边打哆嗦边与关羽对视道：“你不下来，我就不说。咱爷俩就这么耗着，等吴军追来，把咱们一烧毁了。反正去邻居也是个死。”关羽骑在马背上，纹丝不动地冷哼道：“说不说？不说我就砍了江生，立马走人。”你对这个顽固老头彻底无语，很想松开马缰让他去死，想了想终究没舍得，斟酌片刻，郑重说道：“目前所有入蜀要道都已被吴军占去，咱们已经失去了退回蜀地的最佳机会。继续向西，死路一条。西边虽不能去，其他方向却是未必。我的下策是继续向北，将吴军引到襄阳去，再扮作吴军佯攻襄阳城，趁机挑起魏吴两军的战争。届时咱们在浑水摸鱼，趁机突围，撤回蜀地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关平眼前一亮，连忙说道：“父亲安国言之有理，可以考虑。”关羽捋须沉思道：“确实是个办法，但挑衅魏军无异于火中取栗，稍有不慎就会遭到魏吴两军的前后夹击，风险太大。”你点头道：“所以我说这是下策。中策是向东撤往汉水，再沿着汉水向南穿过华容道，退入长沙郡。吴军主力都在西边，东边兵力较少且没有防范，而且吴军打死也想不到咱们会逆行向东，再加上咱们兵少目标小，昼伏夜出，小心一些，应该能成功。父亲镇守荆州多年，在荆州的声望无人能及，只要顺利退入荆南，振臂一呼，顷刻间就能拉起上万兵马与吴军再战。若战事不利，还可以退入山中打游击，静等大王出兵收复失地。只要大王东征，咱们就能从旁策应，轻松夺回江陵。再不济也可以翻越武陵山，绕回蜀地，不比硬冲吴军的包围圈安全。”关平兴奋道：“这个好，我赞成。”关羽瞪了他一眼，不悦问道：“那上策呢？”提起上策，你眼中露出前所未有的癫狂，满脸亢奋地说道：“孤注一掷，赌把大的，奔袭建业与孙权极限换甲。”奔袭建业几个字听得众人齐吸凉气，看向你的眼神如看鬼魅。你们现在被吴军追得跟孙子似的，数万大军损失的就剩300人，破落成这个样子，不想着逃跑，反而要去端孙权老巢，怎么想的？关羽却猛地抬头，眼中射出前所未有的精芒，激动说道：“详细说说你。”唾沫横飞道：“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吴军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在哪？自然是老巢建业啊。目前吴军主力尽在南郡，就连孙权本人也已赶到江陵，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关注建业了。而且江东6郡已经成平数十年，战力和警惕性都已大大降低。凭父亲您的实力，打没有防备的守城部队应该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不管孙权还是曹操，谁都不会想到父亲你在丢城失地、一败涂地的时候，不去向西突围，反而向东偷袭孙权老巢，这才是真正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成功概率很大。”众将闻言纷纷动容，想到拿下建业的场景，全都激动得浑身战栗，恨不得现在就杀到江东去。那可是建业，是东吴的根基啊！真要拿下了建业，不仅可以弥补他们丢失江陵的责任，还能让他们在刘备、诸葛亮面前重新挺直腰杆。关平摩拳擦掌地说道：“父亲，我赞成。拿下建业的同时，奏请大王出兵，与咱们东西夹击，说不定可以一举夹死孙权那个贼子。”众将纷纷附和，唯有廖化担忧说道：“奔袭建业看似可行，但风险太大了。孤军深入向来都是兵家大忌，一旦失败，咱们可就全军覆没了。更重要的是，咱们没兵了，现在满打满算也就300来人，建业再空虚，也不是300人能拿下的吧？”你自信笑道：“风险越大，收益越大，没有胆量哪来的产量？况且咱们连荆州都丢了，还有什么不能失去的呢？至于兵马，县城就有1支，只要父亲愿意，随时可以将其招至麾下。有这支兵马，别说奔袭建业，就连后面防守城池、硬扛吴军反扑都够了。”关羽苦思半天，也没想到自己哪还有兵马，诧异问道：“兵马在哪？”你笑道：“父亲忘了当日北伐，梁家乃至陆浑群盗集体响应，接受您册封的事了吗？这些盗匪就是县城的兵员，只要父亲过江振臂一呼，他们定会迅速汇聚到您的旗下，多了不敢说，半月之内拉起5、6千人绝对不是问题。”当日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引得江北群盗纷纷起兵响应，吓得曹操将迁都都提上了日程。谁料关羽败得那么快，
他这一败，响应他的群盗算是倒了血霉。关羽这才想起江北群盗的存在，蹙眉问道：“可是梁甲与陆浑等地相隔太远，一来一回得耽误多少天？咱们没那么多时间浪费。”你笑道：“不用去那么远，路过大别山的时候招呼一声就行。那里自古就是土匪窝，又是曹魏和东吴的边境，土匪数量绝对远超咱们想象。是啊，怎么把大别山给忘了？这下既有目标又有兵马，不奔袭建业都对不起自己了。”众将激动得两眼冒光，王府迫切拜道：“君后，卑职觉得可以一试。若侥幸成功，咱们对大王和军师便有了交代；若不幸战败，也算死得壮烈。卑职不介意死前给孙闭眼来记狠的。”赵雷、廖化等人纷纷附和道：“卑职也不介意，这次就算死也得给闭眼贼一点颜色瞧瞧，不然太窝火。身为武将，战死沙场那是技不如人，但被盟友背刺，队友背叛，心里是真不得劲。”关平郑重拜道：“父亲下决心吧，上中下三策，您选哪条？”关羽转身望着建业方向，疲惫的身躯再次露出滔天战意，语气森冷地说道：“我哪条都不选，3条计策我全要。廖化，你带20人打着我的旗帜向北，将吴军引到襄阳去，然后掉头向西，经由东三郡退入巴蜀，向大王汇报这边的情况，请大王出兵东征，与咱们夹击孙权。20人挑起魏吴两军大战有点扯淡，但将吴军引去襄阳，让吴军多跑点冤枉路还是可以的。”关羽继续道：“关平、赵累，你2人沿华容道退入荆南，收拢汉军残兵，联系武西蛮夷，壮大自己，接应大王东征。若是可以，打着我的旗号吸引下吴军注意，为我这边争取点时间，我率领剩余兵马奔袭建业，袭击孙权老巢，彻底斩断他在江东的根基，让那个闭眼贼知道什么叫后悔。”身为白衣渡江的直接受害人，关羽对孙权的恨意最深，毕竟若非孙权被刺，他这会说不定已经拿下洛阳城了。众将齐齐拜道：“诺。”唯有关平担忧说道：“可是父亲，孩儿独自退往荆南，没你在身边指点的话，我怕。”关羽开口打断，严厉呵斥道：“没什么好怕的，坦之，你也快到而立之年，该独当一面了。这次退往荆南，为父相信你会成为第2个彭越。”关平受到激励，顿时来了精神，郑重拜道：“父亲放心，孩儿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关羽招手道：“都凑过来，咱们商量下行动细节以及遇到变故时的应对办法。”2刻钟后会议结束，廖化率先行动，点齐兵马就要出发。你连忙叮嘱道：“廖主簿，进了东三郡，尽量别跟刘封、孟达接触，直接退回巴蜀。目前这种局势谁都不可信，他俩若跟糜芳一样突然背叛，你可就危险了。历史上孟达最后可是降了魏的，目前虽未降魏，但也已经不可信了。刘封倒是不会降魏，不过为防止变数，能不接触还是别接触的好。”廖化咬牙切齿道：“二公子放心，我就算翻越大巴山也不会见他俩的。”他对刘封、孟达的意见非常大，当日求2人出兵救援关羽，急得都快给他俩跪下了，依旧没请动2人，害得他只能独自返回。这事已经成了廖化的心头刺，他早已打定主意，见到刘备说什么也得告2人一状。廖化朝关羽抱拳一拜，点齐兵马转身向北，准备先伪装吴军挑逗一下襄阳的魏军，再撤往东三郡返回蜀中。关平、赵累同样拜别，准备离开。你拦住劝道：“大哥赵都督，此去荆南不必急着杀敌，生存和壮大才是第一位。记住，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千万别跟吴军硬碰硬，更别固守城池或者山头。你们在荆南没有援军，固守死路一条。另外，关于游击，我有16字真言送给你：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游击战的核心要义，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并贯彻到底，知道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关平、赵累默念出声，越念越觉得16字真言妙不可言。这句真言简直就是返璞归真，直指游击本质的通天大道。关羽同样听得两眼放光，震惊问道：“这话谁说的？”你没法明说，只好信口胡诌道：“我自己总结的。以前跟张苞打架，每次都打不过他，我又不想吃亏，所以便趁他不注意，抽冷子敲一闷棍，转身就跑。兴国不甘被揍，全力追击，追不上我只能退去，我再掉头回来，趁他精疲力尽的时候揍他一顿愉快闪人。我在街头打群架也是这套路，先将他们拖垮脱皮，再掉头回去给他们致命一击，这招屡试不爽。总之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嘛。打仗应该也是这道理吧？你小子打群架还打出经验来了，看来把你扔在成都真是屈才了。”关羽则像刚认识你似的，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从未关心过的次子，准备将你从里到外看得通透。在他心里，关平才是嫡长子，是值得全力培养的家族继承人，你只是个凑数的，活着就好，所以对你的重视程度远不如他大哥。原以为这小子就是个纨绔二世祖，现在看来大错特错。此子思维敏捷，想法独特，悉心培养的话，或许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别的不说，他在自己败走麦城、陷入绝境的情况下，还能头脑冷静地提出上中下3策，足以证明他的才能和心理素质。还有那16字真言，打个群架都能总结出这种真言，上了战场还了得？此子可堪大任，必须重点培养。关羽暗下决心，牵马说道：“一起走吧，这里到汉水还有一段距离，咱们到了汉水再分开。”安国，继续说说你对游击战的理解。你大哥到了荆南或许用得着。你大受鼓舞，兴奋说道：“我个人认为，游击战的本质并非战略战术，而是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百姓的全力支持。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话对也不对？始皇帝不得6国民心，不照样夺了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不是一句空话，但想真正做到，光有民心可不够，还得利用。阿呸，应该说使用民心，在获得民心的同时，还得懂得凝聚民心。只有天下百姓团结一心，彻底拧成一股绳，才能真正做到无坚不摧，所向披靡。丢了江陵乃至荆州其实并不要紧，因为最重要的民心咱们还没丢。战争的本质永远都是人，其次才是城池土地。只要人在，失去的城池早晚会夺回来。众将齐齐点头表示认同。关羽镇守荆州多年，跟同僚和士族的关系
绩虽然不咋地，在百姓心中的名声却好不出奇。因为关羽执掌荆州的这几年，荆州的赋税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百姓的日子比刘表那会好了不知多少。而且关羽痛恨恃强凌弱的行为，严格约束士卒，禁止士卒欺压百姓，百姓走在街上再也不用担心突然窜出某个二世祖不问缘由的揍他们一顿了。不止如此，关羽还约束住了山贼土匪。坐镇荆州期间，荆州一次土匪劫掠和农民起义都没发生过，哪像后来孙权治下的荆州，农民起义就没停过。史书记载的都有好多次，没记载的更是多了去了。总之，荆州百姓在关羽治下既获得了温饱，又获得了安稳，还获得了基本的尊重。不支持关羽支持谁？那个江东来的闭眼贼吗？你继续道，大哥，此去荆南我再送你16个字：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既然选择打游击战，就别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去了之后先发展农村，再发展乡镇，再发展县城郡城，最后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目的。试想一下，江陵周围的农村乡镇都落入咱们手中，百姓都成了咱们的眼睛，那江陵就算被孙权夺去又有什么关系？一座无人支持，没有物资运输的城池，再坚固又能坚持多久呢？这些话信息量太大，关平听得一脸懵逼，两眼茫然，想彻底消化估计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关羽却如醍醐灌顶般，眼中射出前所未有的精芒，喃喃自语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些话比16字真言更为精妙。安国，这真是你打群架总结出来的？你闻言一阵心虚，摸着鼻子转移话题道：父亲，要不我跟大哥一起去荆南好了，到了那边或许能帮上忙。奔袭建业虽能一战成名，但那毕竟是东吴的老巢，偷袭成功肯定会遭到吴军的猛烈反扑，很可能他们刚进城就得撤退逃命了。荆南却不同，一旦站稳脚跟就能步步推进，与刘备联合轻松夺回江陵。所以你觉得攻略荆南比奔袭建业更为重要？他怕关平在荆南玩不转，不是不相信关平的军事能力，只是关平没有受过后世熏陶，在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没什么经验，前期很容易吃亏的。自己陪着就不同了。身为关氏少主，关平在荆州同样有着很高的威望，他的威望加上自己的理论，绝对能在荆南打出一片天。关平兴奋道：我看可以。父亲，让安国跟我去荆南怎么样？关羽果断拒绝道：不行，他必须跟我去建业。此次出征拿下建业为父很有信心，但拿下之后想要坐稳，恐怕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了。你愕然道：什么意思？你不会是想把我当那个代价给付了吧？关羽屡续赞道：如此可教也，你也老大不小，该成家立业了。去了建业为父，给你找个东吴世家的千金做媳妇，2个也行。把老子当什么人了？我就不该救你，让你去领举送死多好。关平却拍着他的肩膀坏笑道：那我就不跟父亲争了。安国，无女无农软语，你去了可得注意身体。关羽没再说话，带着200残兵默默赶路。镇守荆州多年，他对南郡的地形早已熟悉到闭眼都不会走丢的程度，带着大军轻松避开吴军视线，成功在天亮前赶到了汉水边的张山。白天不能赶路找地休息，天黑大军分头行动。关平、赵累带着50人沿着汉水退往荆南，关羽则利用白天偷偷扎好的竹筏渡过汉江进入江夏，然后昼伏夜出，走小路赶往大别山。江北全是曹魏的地盘，为避免孙权误会，让孙权可以安心的收拾关羽，魏军最近全躲在城里，丝毫没有出来搞事的意思。关羽身边又只有200余人，兵力少目标小，稍微注意点就能避开魏军的视线，将自己彻底变成隐形人。临掬，吕蒙已经收到关羽撤离麦城退往临掬的消息，并在临掬布下天罗地网，静等关羽上钩。他对自己的布置很有信心，笃定关羽只要进入埋伏圈就绝不可能再逃出去。想到生擒关羽的荣誉，吕蒙便激动的浑身战栗，但左等右等始终不见关羽踪影，他开始急了，其他将领也急了。潘璋蹙眉问道：大都督，麦城到临掬巴掌长的距离，关羽却迟迟不到，不会出什么变故了吧？吕蒙摇头道：应该不会，关羽已经陷入绝境，不回巴蜀还能去哪？想回巴蜀，临掬就是必经之路，我不信他不来。这样，你再派斥候探查一下关羽的踪迹，但要小心别被关羽发现，他若知道临掬有埋伏，可能就不来了。诺潘璋抱拳一拜，正要离开，他的部将马忠赶来拜道：将军不好了，卑职刚收到消息，关羽朝襄阳方向去了。潘璋脸色微变，连忙问道：消息属实吗？见马忠点头，潘璋急道：襄阳已被曹人夺回，关羽这个时候退往襄阳想干什么？找死吗？吕蒙冷哼道：那个红脸贼可不是找死的人，退往襄阳还能干什么？肯定是想佯攻魏军，借机挑起咱们与魏军的战争，自己好坐收渔利，浑水摸鱼呗。潘璋蹙眉道：大都督言之有理，那现在怎么办？吕蒙纠结了，他想擒住关羽，但不想跟魏军起冲突。吴军刚刚拿下荆州，尚未站稳脚跟，甚至连汉军都没清理干净，实在不是招惹魏军的好时候。思忖许久，吕蒙说道：你带兵去追，记得跟关羽保持距离，追到襄阳就停下，别做出让魏军误会的举动。我去南漳水，防止关羽沿着南漳水退入房陵。该死的红脸贼，没兵没粮的，我看你能坚持多久？诺潘璋转身就走，走到半路突然想起什么，回头问道：可是大都督，关羽若是牙一咬心一横，降了曹魏怎么办？曹操对他可是很器重的。鄂吕蒙愣住，眯着眼睛陷入沉思。关羽在知道回蜀无路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投降曹魏？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毕竟关羽降过曹操，又在华容道放过曹操，两人交情很深的。更重要的是，站在关羽的角度，投降曹魏总比投降他们这群江东鼠辈好不是？但问题在于，关羽若真投了曹操，再反过来率领魏军攻打南郡怎么办？曹魏的兵力配上关羽在荆州的威望，打吴军还不是砍瓜切菜啊？那样的
的话，他搭上明望白衣渡江，不是给曹贼做嫁衣裳了吗？想到关羽统帅魏军的可怕后果，吕蒙方寸乱了，急得在地上转圈道。不行，不能让关羽去襄阳城，绝对不能。虽然关羽投靠曹操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不敢赌啊，万一呢？吕蒙咬牙说道：“别再领举埋伏了，所有人跟我追，说什么也不能让关羽进入襄阳城。”他不想跟魏军起冲突，更不想关羽投靠魏军。两相权衡之下，还是关羽降魏的威胁更大。为避免关羽降魏的事情发生，说不得只好跟魏军干一场了。如此想着，吕蒙点齐所有埋伏兵马，火速赶往襄阳。另一边，廖化打着关羽旗号一路狂奔，顺利在天黑前赶到襄阳城，然后顾不得休息，立马换上吴军的旗帜铠甲，对着襄阳城发起佯攻。他只带了20人，全面进攻不现实，便准备放几箭意思一下得了。谁料守城魏军非常警惕，没等他们靠近，便射箭还击。廖化无奈只好退到射程之外，扯开嗓子吼道：“城上的魏狗听着，襄阳归我们吴军了，识相的赶快退走，现出城池，否则等吕大都督率军赶到，玉石俱焚，毁之晚矣。”话音刚落，城上便有了回应。一名嗓门惊人的魏军吼道：“少在这挑拨离间！吴军啥时候不说吴语，改说南郡话了？我咋不知道？”廖化顿时一脸黑线：“我去，魏军怎么变这么聪明了？不应该啊！被人识破了，自然没必要再装了。”廖化索性摊牌道：“吕蒙已经率军赶来，很快便会杀到襄阳城下。我过来是想提醒你们早做防范，可别阴沟里翻船。告辞。”说完不再停留，转身就走。他的任务是回蜀向刘备、诸葛亮汇报战报，可不是在这里看吴军和魏军狗咬狗。廖化离开不久，城上便出现了2名魏将，正是曹仁和徐晃。问清缘由，曹仁蹙眉道：“不是说关羽撤往临排了吗？怎么跑来襄阳了？”徐晃冷哼道：“来的只有10几人，怎么可能是关羽的主力？我猜关羽应该预料到临排有埋伏，所以派兵攻击我们，试图将吴军引来襄阳，从而打开临排的缺口。吴军被引到襄阳了，临排不就没埋伏了吗？临排没埋伏，关羽不就能顺利入蜀了吗？”曹仁愤恨骂道：“该死的关云长，都穷途末路了还在挣扎，怎么跟大耳贼一样死活打不死呢？希望吕蒙别上当，更别离开临排，这次是弄死关羽的最好机会。若被关羽逃掉，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提起关羽，曹仁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他这次是真被关羽给打怕了。谁料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话音刚落，斥候便跑来拜道：“将军不好了，吴军杀来了，打着吕字大旗，离此已不足30里。”卧槽！曹仁、徐晃同时爆粗，对视一眼，齐声骂道：“吕蒙这个蠢货！”爆粗的同时，两人心底泛起一股遭遇猪队友的无力，用脚后跟想都知道，关羽肯定趁着吕蒙赶来襄阳的功夫从临排跑了，这回说不定已经到房陵了。该死的吕蒙，你知道放走这位祖宗意味着什么吗？你麻烦大了！在两人的谩骂声中，吕蒙率军出现在了襄阳城外，看着城下飘扬的吴军战旗，曹仁生出一股出城掐死吕蒙的冲动，气急败坏的骂道：“去跟这个250交涉一下，让他麻溜滚蛋！”诺徐晃乘坐吊篮出城，站在300步外远距离沟通。徐晃出现的瞬间，吕蒙便意识到了不对，关羽若真降魏的话，徐晃还会出来跟自己交涉吗？告辞！吕蒙不愿在徐晃面前跌粉，果断转身闪人，速度比来时还快。徐晃对着他的背影喊道：“汉军朝房陵方向跑了，关羽估计也从临排撤往房陵了，你现在出发或许能追上。”吕蒙用行动代替回答，原地掉了个头。他相信徐晃说的是事实，因为夷陵子规已被陆逊占领，关羽想要入蜀只能走东3郡，可惜事与愿违，他在房陵的大山里搜了5、6天也没找到关羽踪迹，气急败坏的骂道：“该死的，又让这个红脸贼跑了！”潘璋问道：“那怎么办？”吕蒙不甘地说道：“回临排，不能再在关羽身上浪费时间了，否则万一魏军南下，咱们可就白折腾了。”大军沿着山路返回临排，刚到城下，守将便匆匆跑来拜道：“大都督，你可算回来了！2天前有人在华容道发现了关羽的踪迹，那个红脸贼可能去荆南了。”吕蒙气得猛踹城墙道：“我说怎么死活找不到关羽踪迹？原来这个红脸贼跟咱们玩起了声东击西。潘璋，你带2000人火速赶往华容道追击关羽，千万别给他在荆南招兵买马的机会。我在上报主公调兵支援你，这次务必要将关羽摁死在荆南，就算摁不死也得将他逼进武陵大山，绝不能让他待在荆州霍霍。”诺潘璋不敢怠慢，转身离去。可怜的潘文归在山中折腾这么久，回来连口水都没喝，又得走。更可怜的是他追错方向了，等他穿过华容道，关羽估计都到大别山了。经过7、8天的跋涉，关羽领着200多名残兵终于赶到大别山下。远远看去，200多人个个蓬头垢面，疲惫不堪，落魄的宛如乞丐，就连赤兔马都变成了灰白色，耷拉着脑袋，看不到半点神驹风采。可算是到了，你拿着长枪当拐杖，趴在枪杆上大喘气道：“父亲，怎么才能悄无声息地找到你要的人？你虽有远超时代的知识和眼界，却没有关羽的威望和人脉，所以后面的事帮不上忙，只能靠关羽了。希望关羽能在大别山快速拉起一支队伍，否则后面的事会很难办。”关羽已经50又8，身体素质早不比年轻时候了，又刚经历一连串的失败打击，以及7、8天的长途跋涉，已经快撑不住了。尽管如此，看到大别山时，布满红血丝的疲惫眼神中依然露出希望光芒，悠悠说道：“前方有座清风寨，寨中有800多名盗匪，匪首名叫辛匪，我曾帮过他一次，算是熟人。”说着将青龙偃月刀递给周仓，说道：“你们在此休息，我一人上去，天黑之前若没有回来，你们就自己过江自谋生路。”众将领齐齐张嘴想要劝阻，话到嘴边又明智的咽了回去。目前这种情况实在没有劝阻的必要，因为失败了他们也会死，无非早晚的问题而已。关羽简单整理了下衣服，正要上山，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夹杂着急促脚步声的吵嚷声，惊得他脸色微变，连忙说道：“立刻隐藏！”众人迅速藏进草丛，准备等对方过去再行动。等了不到半刻钟，一支200、300人的队伍便推着数十辆独轮车进入市井。看着车上的粮袋，司马王府舔着嘴唇说道：“使君，他们看着就是一群土匪，战力应该不会很高，要不要抢上一票？兄弟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再没补给真要
要撑不下去了。关羽同样有些异动，盯着车队观察片刻，突然惊喜说道：“看见那个穿皮袄的青年了吗？他就是新肥，我还没去找他，他倒主动送上门来，这可真是刚瞌睡就有人递枕头啊！你们等着我去交涉。”说完不给你王府劝阻的机会，火速起身向土匪走去。运粮土匪正欢天喜地地交流着此次收获，见前方出现陌生人，连忙停下喊道：“敌袭警戒！”听到喊声的土匪纷纷止步拔刀，冲到车前摆开防御阵型。天下乱战几十年，土匪的战斗素养也不一般。缩在队伍后方的首领新肥快速检查阵型，确认没有疏漏之后，才独自上前喊道：“兄台是谁？哪条道上的？想干什么？”来的自然是关羽了。关羽停在原地，捋须喊道：“新肥首领，多年不见，不认识故人关云长了吗？”关云长的名号太响亮，新肥听得虎躯一震，连忙眯眼细看，看清之后瞬间愣住，那身高，那美颜，还有那连污垢都没让其变色的枣红大脸，太具有辨识性了，不会错的。新肥激动地迎上拜道：“关将军，竟然真的是你，竟能在这里见到你，太好了！关羽现在可是所有大汉男儿的偶像。”新肥又受过关羽的恩惠，半道上看见偶像跟恩公，岂能不激动？只是关羽不是被江东鼠辈给背刺了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关羽笑道：“襄樊战士相信新首领已经听说了，关某现在落难，不知新首领能否收留几天？”新肥连忙摇头道：“将军，您这不是折杀卑职吗？没有您就没有我新肥的今天，您可是卑职的再生父母啊！啥也不用说了，以后清风寨就是您的家，需要啥随便拿，那就多谢了。”关羽笑道：“找个地方，关某有件大事想跟新首领商量。”双方首领谈妥了，剩下的事就好办了。两支兵马合并一处，很快便出现在了清风寨。刚进寨门，新肥便迫不及待地下令道：“好酒好菜全拿出来，给我好好招呼关将军和他的兄弟们。”关羽不只是新肥的偶像，还是山寨众土匪的偶像。听到要招待关羽，土匪们非但没有抵触，反而激动地将平时舍不得吃的珍藏都拿了出来。看着抢着烧水添柴，积极为汉军做饭的土匪，你愕然叹道：“还得是老关啊！若换成自己，绝对不会有这待遇。换成你的话，新肥别说招待你，不揍你就不错了。”不得不说，人跟人的差距有时候真的蛮大的。新肥命人招待汉军兄弟，又将关羽、你、王府、周仓等人请进大厅，义愤填膺地说道：“襄樊战士，我听说了，该死的江东鼠辈，那么好的机会不去攻打合肥，竟然被刺盟友，简直可耻！关将军，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有需要卑职的地方尽管说，我们清风寨800好汉愿意为您效劳。”关羽说道：“我确实有个计划，只是风险很大，不知新兄是想一辈子窝在这里当土匪，还是想博个封侯拜相、封妻应子？”新肥眼前一亮，立即说道：“卑职3年前就想跟在将军身边效力了，只是那时母亲年迈无人照料，只能先回家尽孝。现在母亲先逝，卑职已经没有顾虑了。将军您就说怎么做吧。”关羽继续问道：“我刚说了风险很大，可能丢命你也不怕？”新肥拍着胸脯坚定说道：“不就是一死吗？有啥好怕的？卑职虽然读书不多，富贵险中求的道理还是懂的。将军不用顾忌，下令就好。这次就算让卑职去杀孙权，卑职也跟你干。”关羽现在很落魄，但再落魄也是大汉的汉寿亭侯，前将军贾节钺又是汉中王的弟弟，跟着他干绝对能出人头地。关羽笑道：“不杀孙权，但也差不多。我准备偷偷渡江奇袭建业，敢不敢去？”啥玩意？新肥懵逼问道：“奇袭建业？您没开玩笑吧？我刚说杀孙权都跟您干，只是场面话，您老人家玩真的啊？那可是建业，是孙权的老巢，您就带200人去。”关羽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你笑道：“新首领，没想到吧？你都没想到，那孙权肯定也想不到。而且吴军主力如今全在荆州，就连孙权本人都去了江陵，建业就是一座空城啊！吴军主力在荆州，既要防备汉中王，又要防备曹操，肯定顾不上咱们这点残兵败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了封侯败将算个屁，史书都得记你一句。新首领，机会只有一次，抓住就能一飞冲天，你确定不心动？”新肥双眼瞬间瞪得溜圆，喃喃自语道：“史书记一句，史书记一句。”连念好几遍后，终于下定决心，猛拍大腿道：“富贵险中求，拼了！将军想让卑职怎么做？”关羽思忖道：“你先告诉我，大别山有多少山寨？所有山寨加起来有多少人？”身为地头蛇，新肥对山中群盗的情况了如指掌。闻言想都没想便答道：“山中目前共有36座山寨，最大的寨子上1000人，最小的不足100人，加起来多了不敢说，2万人肯定是有的。盗匪是个传承久远的职业，几千年来从未断绝，就连文景之治那样的盛世都有人进山为匪，更别说眼下的乱世了。加上这里又是魏吴2国的边境，又占据地利，有着适合土匪生存的特殊土壤，藏个数万土匪不奇怪。”关羽捋须道：“那就麻烦新将军替我联系其他山寨，尽可能多的召集些人来，但要保密，不能走漏风声，而且要快，咱们时间有限。”一句新将军叫的新肥骨头都酥了几分，激动说道：“卑职这就去，有将军您的名号在，相信3天之内召集5、6千人不是问题。”新肥也是雷厉风行之人，当即起身离开。天还没黑，就将3位交好的寨主带到了关羽面前。3人分别是黑风寨寨主徐醉、黄龙寨寨主雷川、清溪寨寨主罗申，相互介绍寒暄一番。年过40的清溪寨主罗申便拍着胸脯说道：“关将军有所不知，卑职是庐江人。建安5年，孙权屠庐江城，卑职的父母和年仅5岁的儿子都丧生在了吴军的屠刀之下。卑职跟那个闭眼贼有着血海深仇，所以将军您就吩咐吧，刀山火海，卑职绝无二话。乱世人命比草芥，诸侯屠城是家常便饭，曹操屠城如喝水，孙权也屠过几回。身为屠城的受害者，罗申对孙权自然是恨之入骨。”徐醉和雷川连忙拜道：“俺也一样，他俩虽跟孙权没仇，但既然选择加入关羽队伍，自然得表示一下忠心不是？”关羽满意的说道：“那就太好了，我向你们保证，奇袭建业成功之后，一定会如实向汉中王上报你们的功劳，让你们获得应有的赏赐。现在告诉我，你们3天之内能召集多少精锐？”罗申抢先说道：“我能召集700人，全是40岁以下，杀过人见
见过血，手脚齐全的壮汉。徐罪拜道：“我500人。”雷川答道：“我300人。”关羽眼睛亮了，3位债主能凑1500轻壮，新肥的清风寨还有800-900人，筛选一下凑500精锐没问题。如此他便有了2000精兵，奇袭建业够了。关羽激动道：“那就立刻带来清风寨集结，记住多带些粮草。此地离建业好几天路程，咱们路上要用。”诺。3人抱拳一拜，转身离开，火速返回山寨召集兵马，准备追随关羽建功立业。他仨刚走，新肥又带着几位债主进了关羽房间。之后几天，在新肥的介绍下，各寨土匪源源不断地向清风寨集结，短短2天，寨中便集结了上万人。除此之外，各大山寨还自备粮草，粮草聚少成多，很快便堆积成了一座山。粗略估计不少于3万石。负责登记接待的你，被不断涌来的人群和快速增高的粮山惊得目瞪口呆，忍不住对身旁的司马王府说道：“这群土匪又是出人又是出粮的，未免也太积极了吧？老关的号召力这么恐怖吗？你终于明白后世黑白两道为什么全拜关二爷了，原来根子在这呢。”王府激动笑道：“关将军名动天下，威震华夏，谁不佩服啊？况且土匪也有上进心，报效朝廷摆脱流寇身份的机会可不多，谁遇上能不积极？对了，以后大家都是同袍，别再叫土匪强盗之类的，小心人家跟你急。”你笑道：“王司马放心，我不会闲得没事伤同袍自尊心的。”自尊心这词用得好。王府笑道：“我去帮关将军整顿兵马，赵都督那摊事就交给你了。”好。前都督赵雷是负责粮草的，类似于后世的军需处长，现在他跟关平去了荆南，留下的工作却需要人来干，军中识字的人又少，你就勉为其难了。你笑道：“放心吧，这点小事我搞得定。”送走王府，你积极投入到了工作中，看着不断变厚的人员名单和粮草清单，忍不住感慨自己真是个奇才。当日若非你死拽住了关羽马将，哪会有今天的盛况啊？何止是你，关羽同样被眼前盛况震惊得无以复加。送走前来投靠的山寨首领，坐在案前忍不住愕然自语：想不到我关某人的号召力竟然这么强，早知道应该早来的。当日襄樊之战时，手中若有这样一支预备军，说不定就能拿下樊城，擒住曹仁了。想到生擒曹仁的巨大功绩与自己擦肩而过，关羽忍不住发出一声遗憾的叹息。对自己的实力认知不清晰啊！遗憾的同时，关羽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激动。现在他手中又聚集了上万人，这么多兵马在手，别说奇袭，就算强攻建业也不是问题。毕竟现在的建业太空虚，非但如此，拿下之后还能守住，只要扛住吴军第一波反扑，他孙权就完了。该死的闭眼贼！你偷我江陵，我就吸你建业，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奇袭讲究的就是个快字，关羽不敢耽搁，见人到的差不多了，连忙着手准备。很快便从投靠过来的盗匪中精挑细选出6000人。第3天傍晚，关羽带着6000匪军离开山寨，赶往长江，展开奇袭行动。这次依旧是昼伏夜出，在地头蛇新肥的带领下，大军仅用2个晚上便赶到江边。新肥指着滚滚长江水说道：“关将军，这块水域没有吴军巡视，平时两岸的奸商都是从这里偷渡过江的，咱们悄悄过去没问题。”关羽点头道：“找地隐藏，伐木扎伐，明晚过江。”大军休息1天，很快到了晚上子时左右，关羽率军再次出现在了江边，然后命大军分成数队排队过江。3个时辰后，大军出现在了南岸，新肥再次充当带路党，带着大军抄小道前进。关羽知道机会只有一次，路上不敢怠慢，走得极其小心，小心就意味着慢。大军走了整整8天，才赶到建业城外的紫金山，藏好大军。关羽带着你和王府、新肥等人走到山顶，眺望着山下的建业城，问道：“建业就在眼前，都说怎么快速拿下建业城？是夜袭还是强攻？”站在紫金山巅眺望着脚下的建业城，关羽竟生出一种初上战场的紧张感。不是他胆小，而是最近失败的太多，这次的赌注又太大，赢了非但能将之前输掉的全拿回来，甚至还可能灭掉东吴一统江南。但若输了，关羽不怕丢掉这条烂命，怕的是没法跟刘备交代。大哥辛苦一辈子才夺得荆益2州，自己却丢了一半国土，真的是无颜面见大哥啊！你理解关羽的紧张。再淡定的人，在拿出全部身家一把梭哈的时候，心也是提到嗓子眼的。思忖片刻，你说道：“孙权是在建安16年，也就是8年前将治所迁到建业的，迁来至今建业从未发生过战事，警惕心差得很，强攻夜袭都行，没必要那么纠结。白天城门应该是开着的，强攻的话，咱们不妨派出200-300人，穿上白衣，扮作商队，在城门口发起突袭，迅速抢占城门，然后大军冲进城中。此举虽能将吕蒙白衣渡江的恶行还给他，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但风险很大。首先，城门到翁城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外面的吴军只要稍微坚持片刻，里面的吴军就能关上翁城门，将咱们困在翁城之中。其次，吊桥的绞盘在城墙之上，突袭的队伍无法快速冲上城墙抢到绞盘的话，吴军就会将吊桥拉起，将咱们与突袭的队伍分开，那样突袭就只能变强攻了。城内吴军虽然兵少，但是百姓多啊，又有张昭、孙绍等能人守着，咱们又缺乏攻城器械，战事稍微不利，张昭、孙绍等人就能快速组织百姓爬上城墙，那样咱这6000人怕就只能退走了。夜袭就简单多了，半夜偷偷游过护城河，用绳索爬上城墙，先抢绞盘再夺城门，绞盘和城门在手，建业城也就到手了。更重要的是，深夜所有人都已熟睡，就算醒来反应也比白天慢3拍，等反应过来赶到支援，咱们已经彻底掌控城门了。所以我建议夜袭。这些道理关羽自然也明白，只是身在局中难免看不清，被你一分析，瞬间想清楚了利弊，当机立断道：“那就夜袭，命大军立刻休息，寅时4刻发动突袭。”说完带着众人返回，留下少量士兵警戒，其他人全部休息，睡不着就强逼自己睡。终于熬到寅时4刻，也就是凌晨4点，关羽将众将领召集到身边说道：“这次由我亲自带人攻城，我走后大军由王司马指挥，国山王府的你自行选择进攻时间。”啥玩意？你愕然道：“父亲，你开玩笑呢吧？建业城墙少说也有4-5丈高，您老
老胳膊老腿的爬得上去吗？抓着绳子爬城墙，你玩起来都有些吃力，更何况年近花甲的关羽，当你还是20-30岁的小伙子呢。王府也劝道：“将军这怎么行？还是我去吧。”辛肥同样劝道：“登城这种小事卑职去就行，将军您还要指挥大军，怎么能轻易涉险？”关羽坚定地说道：“你们的顾虑我都明白，但打仗靠的是士气，各山寨的豪杰没经历过这种大战，遇到挫折肯定会打退堂鼓的。但咱们已经输不起了，这次必须成功。成功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身先士卒，亲自带队冲锋，明白吗？”这话说的在理，匪军的战斗意志太薄弱，打顺风仗还行，遇到逆风说不定就兵败如山倒了。让土匪充当先登，关羽是真的不放心，他输不起了。你知道老爹说的在理，便不再劝，耐心叮嘱道：“父亲你小心，爬上城头立刻给我们发信号。”王府辛肥见此也不再劝，而是郑重保证道：“将军放心，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杀到城下。”关羽点头，向后招呼一声，带着追随自己的200亲兵，借着夜色悄悄向城墙摸去。这200人追随他多年，纵使败走麦城也没弃他而去，忠心和战力都不是问题，比那群匪军可靠太多了。你和王府辛肥等人则赶往山边，趴在草丛中盯着城墙，静等关羽发信号。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潜伏，关羽终于在夜色的掩护下赶到护城河边，朝周仓点了点头，率先走进护城河，游向对岸。冬天的河水冰冷刺骨，关羽却恍若畏惧，快速游动起来，身后数十名精锐急忙跟上。周仓则在河边静静观看，等关羽游到对岸才抬手挥下，随着挥手，身后士兵纷纷抬起弩箭扣动扳机，将带着3爪钩的长绳喷射而出，勾向城墙。关羽抓着绳子试了试，确认无误之后，手脚并用，借着绳子快速爬行。不得不说，关羽的体力是真好，快60的人了，爬起墙来依旧健步如飞，没多久便将其他士兵甩在了后面。众士兵见自家老将军这么勇猛，哪敢落后，纷纷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城头爬去。终于爬到尽头，关羽抓住墙垛，纵身一跃，顺利站在了城墙之上。抬头发现10几名吴军挤在一起，靠着墙垛呼呼大睡，鼾声如雷。从紫金山到护城河边耽搁了不少时间，现在已经卯时了。卯时是人一天最疲惫、睡得最香的时候。建业又没经历过战争，守军睡死不奇怪。关羽见此没着急进攻，而是弯腰伸手将士兵拉了上来。上城的士兵如法炮制，又将其他同伴拉了上来。如此折腾2刻钟，包括周仓在内的200多人全部爬上城墙。关羽这才向熟睡的吴军追去，到了跟前与士兵同时动手，捂嘴割喉，在没发出任何声响的情况下轻松解决了吴军，然后继续前进，连续干掉3波熟睡的吴军。眼看就要赶到绞盘所在，一名守绞盘的吴军却突然起夜，揉着惺忪的睡眼，刚解开裤腰带，就看见了关羽等人的踪影，忍不住大吼道：“敌呀！”话未说完，咽喉便挨了一箭，无力倒下的同时砸醒了身边的同伴。关羽见此不再隐藏，扔掉弓箭，率先发起冲锋，同时喊道：“向安国发信号，该他们冲了。”话未说完，人便冲到绞盘跟前，手起刀落，轻松砍倒绞盘前的吴军。与此同时，周仓也点起火把，对着紫金山方向用力挥了3下。躲在山边焦急等待信号的你看见火焰，兴奋吼道：“将军已经顺利登上城头，兄弟们跟我冲啊！”6000匪军不再隐藏行踪，嗷嗷叫着冲下山坡，用最快的速度杀向城门。解决完守绞盘的吴军，关羽亲自动手放下吊桥，然后挥刀砍断绞索，废掉绞盘，这才说道：“周仓，你带人守住城楼，其他人随我下城开门。”说完，率先冲下台阶，杀向守城门的吴军。吴军见此主动迎上，可普通的守城士兵哪是关羽的对手？关羽就算没带青龙偃月刀，也不是他们这群小虾米能对付的。很快便被砍倒3人。随后，关羽抓住一具尸体，用力砸出，将台阶上的吴军全部砸倒，并厉声吼道：“某乃汉寿亭侯关羽，想死的就上来！”被砸得七荤八素的吴军听到关羽2字，纷纷虎躯一震，爬起来再也不敢冲锋，转身就跑。这位爷的名号太响亮了，江东12虎臣都不敢独自面对，更何况他们。吴军退缩，关羽可没退缩，顺利冲到城门前，打开瓮城门，指着几个人说道：“我在这里守着，你们去打开城门，迎接大军进城，快点的！”绞盘和城门都已夺下，剩下的事情就没有悬念了。关羽捡起吴军的盾牌，右手持刀，左手持盾，站在城门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与此同时，撒开脚丫子狂奔的你和王府等人也顺利赶到城下，见城门打开，火速涌了进去。你穿过瓮城，来到关羽身边，惊喜说道：“父亲牛啊，老当益壮，不减当年。”关羽瞪了他一眼，扯开嗓子喊道：“辛肥，你带1000人守住城门，你带1000人攻打张昭府邸，王府你带1000人抢占粮仓府库，其他人跟我攻打孙府。完事后，孙府会合，冲！”在关羽的命令下，大军冲进城中，分头展开行动。汉军进城了，建业城乱套了。听到动静的百姓纷纷起床，透过门缝查看情况。建业虽然没经历过战火，但百姓大多都是城外迁进来的，对这种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事早已司空见惯，因此并不惊慌。百姓不惊慌，慌的自然就是官员了。目前建业由军师张昭留守，这个点张昭早就睡了，睡得正香的，突然听见有人喊道：“军师不好了，关羽打进城来了。”张昭闻言没有理会，翻了个身继续睡，同时喃喃自语道：“竟能梦到关羽，真是奇了怪哉！也不怪他如此，实在是关羽打进建业，这事太扯淡。普天之下谁不知道，关羽此刻正在荆州被吕蒙追得如丧家之犬，这种情况下打进建业，怎么可能？肯定是做梦了，对不对？”张昭以为是梦，没有理会。门外的人却急了，用手疯狂拍打着房门，喊道：“军师快起床！关羽真的打进来了，汉军真的杀进来了！”听到对方急得都带上了哭腔，张昭终于意识到不对，快速爬起拉开房门，没等询问就听见了急促的喊杀声。张昭脸色大变，连忙问道：“到底怎么回事？你确定打进来的是汉军，不是魏军？比起汉军，魏军打进城来貌似更靠谱些，毕竟魏军离得近，实力强，汉军有啥？关羽都快被干死了，刘备还远在成都，怎么来建业啊？”报信士兵哭道：“真是汉军，
而且是关羽本人。那身高那美然全大汉找不到第二个，根本骗不了人。张昭眼前一黑，双腿一软，扶着门框才勉强站稳，喃喃自语道：“怎么可能？关羽不是败走麦城了吗？怎么会突然杀到建业来？现在已经容不得他多想了。”张昭抬手给了自己3个响亮的巴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说道：“随我去主公府邸，先护送主公家眷出城。”他没有赶走汉军夺回城池的想法，因为手里没兵，眼下吴军主力全在荆州，建业的守军维持下治安还行，跟威震华夏的关羽硬拼根本不可能。估计没等开战，士兵就得先跑一半，所以没必要做无谓的挣扎，还是先跑路吧。张昭连衣服都没穿，便急匆匆赶往府门，结果没等走出后院，一群士兵便从门中冲了进来，将他团团包围。张昭心头一沉，蹙眉问道：“老夫张昭张子布，哪位将军领兵？可否出来一叙？”来的自然就是你了。你走出人群，朝张昭抱拳拜道：“张老将军，晚辈关安国这厢有礼了。”张昭快速恢复江东重臣该有的气度，捋须叹道：“还真是关将军的兵。老夫对关将军败走麦城，却突然出现在建业城的事情很是疑惑，不知二公子可否为老夫解惑？”说这话的时候，张昭心里郁闷的想吐血。他辅佐孙氏兄弟执掌江东这么多年，还从未当过俘虏，赤壁之战那样危险的局面都熬了过来，结果吴军在荆州获胜了，自己的老巢却被端了，这特么叫什么事啊？你说不是？到底为啥？该死的关羽到底怎么来的？他关云长还会飞天遁地不成？你笑道：“因为败走麦城了，所以攻打建业了，很难理解吗？”有句话说得好，孔雀开屏固然好看，但也露出了自己的屁眼。你们吴军趁我父亲在前线跟魏军大战的时候，白衣渡江偷袭我们，又勾结糜芳傅士仁等叛贼断我父退路，以为这样就能弄死我父亲，却忘了吴军主力前往荆州之后，江东本土就空了。换言之，现在是攻打建业最好的时机，我们不过来偷袭，岂不是对不起你们倾巢而出白衣渡江之举？张昭郁闷道：“你说的对，现在确实是偷袭建业最好的时机，但你父败走麦城的时候，身边只有100余骑，你们哪来的兵攻打建业？还有麦城到建业1500余里，你们怎么过来的？这是他最不解的地方。堪比丧家之犬的关羽，怎么能突然爆出这么多兵，穿越上千里的封锁线出现在建业城？”你笑道：“我们没兵，但大别山有啊。大别山的豪杰可是仰慕我父亲很久了。”我父振臂一呼，群道纷纷响应，积极性那叫一个高。至于如何杀到建业城，还用问吗？江东6郡这么大的地盘，你能把所有道路都堵死不成？张老将军，你的疑惑晚辈都解答了，现在该你展现诚意了，是投降还是反抗？给个明确答复。晚辈建议你选前者，毕竟您跟汉中王也是老相识，骠骑将军孙权又是汉中王的二舅哥，大家都是亲戚，应该以和为贵，你说呢？张昭嘴角不自然地哆嗦了几下，再次问道：“老夫还有个问题，趁我军主力尽在荆州的机会，偷偷潜到大别山，召集盗匪奇袭建业，此举简直是神来之笔，老夫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这么敏锐的战机捕捉能力，这么高明的妙计，绝不是关羽能想出来的。请少将军告诉老夫，是谁向关将军献的计？老夫想知道败在谁手里。最了解你的永远都是敌人而非亲人。东吴君臣惦记荆州多年，聚在一起，天天研究怎么对付季汉君臣。多年下来，早将季汉那帮人的性格能力给研究透了。毫不夸张地说，张昭对刘备、关羽等人的了解比对自己都深。在他看来，关羽及其手下的王府、赵类等人根本不具备聚拢土匪、奇袭建业的脑子。诸葛亮倒是有这眼光，但诸葛亮行事谨慎，干不出这种孤注一掷的事。放眼整个季汉，能想出如此妙计并付诸行动的只有庞统和法正那两疯子。但庞统死了，法正远在成都，听说也快病死了，不可能跑来给关羽出谋划策的。那会是谁呢？难道关羽最近又招揽到了什么牛人？不可能，天下乱战这么多年，真有这种能力早被诸侯搜刮出来了，怎么可能藏到现在？想到此，张昭突然意识到什么，盯着你问道：“少将军，你曾在襄樊之战如火如荼的时候，返回成都向汉中王报过喜，应该见过法正吧？奇袭建业的主意是不是他出的？您老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这都能联系上。你在成都确实见过法正，当时法正已经卧病在床，看症状类似于后世的冠心病，这病连后世专家都没办法，你能怎么办啊？只好装作没看见呗。”但张昭怀疑法正献策确实太扯了些，当时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法正也不会想到关羽会败那么快的，毕竟法正是人不是神。你懒得辩解，摇头笑道：“张将军，此事你还是直接去问家父吧，家父正在吴侯府等你呢，请吧。”张昭叹息一声，整理好仪容，跟着你前往孙权府邸。他没向家人交代什么，不是没时间，而是没必要。关羽治军严明，不可能骚扰他的家人和无辜百姓，这就是关二爷的口碑。与此同时，关羽也带兵杀到了孙府，赶到之后立刻喊道：“徐罪去东门，雷川去南门，罗申去西门。到了之后不用进宫堵住府门，禁止出入即可，其他人随我进攻北门。”目前孙府大多数护卫都随孙权去了江陵，孙府的防御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面对的又是关羽这样的猛将，战斗自然不会有什么悬念。仅半刻钟，关羽便攻破北门，顺利冲进府中，迅速占领前院之后停止脚步，喊来一名老妈子说道：“让夫人公子们全都赶到大厅集合，别逼我冲进后院，快去！后院都是女眷，里面甚至还有他的嫂子，他一个大男人冲进去确实不合适。”很快，孙府的女眷以及孙权的儿女都被赶到前院大厅，呼呼啦啦数十人，关羽却只认识嫂子孙尚香，走到孙尚香面前行礼拜道：“云长见过嫂嫂，嫂嫂进来可好？”关羽打进建业的变故发生的太突然，事先没听到任何风声，因此孙尚香的脑子现在还是懵的。闻言下意识的还礼道：“二叔怎会突然出现在建业城？可是我哥。”关羽摇头道：“吴侯还在江陵呢，他没事，你放心吧。事已至此，还请嫂嫂安抚好家人，莫要做出让大家误会的举动。对了，登略二位公子以后就跟着我吧，有我照顾，嫂嫂尽管放心。”登略二公子是孙权的长子孙登和次子孙律，孙权目前只有这两个儿子，至于后面的孙和孙霸、孙亮等人都还没出生呢。关羽将孙权仅有的两个儿子
全部带走，想干什么还用说吗？孙尚香性格泼辣，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2个侄子被关羽带去当人质。闻言立刻张开双臂，挡在孙登、孙律面前，呵斥道：“不行，除非我死，否则你休想带走他们。”关羽闻言嘴角泛起冷笑，他到现在还对当年孙尚香带走刘禅的事耿耿于怀，自然不可能在这种时候惯着他，伸手抓住孙尚香的肩膀，冰小鸡似的将他挪到一边，吩咐道：“周仓！”周仓快速上前，一手一个将10岁的孙登和6岁的孙律强行抱走，任由他俩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见人质到手，关羽没再啰嗦，转身就走。孙家没男人了，剩下一群女人掀不起风浪。孙尚香无力阻止，瘫在地上指着关羽的背影骂道：“关云长，你混蛋，你给我等着！”关羽闻言再次加快脚步，带着孩子穿过前院，没等出门，王府便急匆匆地冲了进来，激动拜道：“将军，粮草府库已经全部拿下，仓中粮食堆积如山，足够全城百姓使用2年，兵甲同样不少，武装3-5万大军不成问题。江东6郡吴郡为首，这里是出了名的鱼米之乡，粮食产量远超其他地方，建业又是江东治所，孙权在这里多存些粮食武器不奇怪。至于前线吴军的粮草供应，还有其他郡县以及荆州呢，用不着动建业的储备粮。要知道关羽在江陵同样存了不少粮草，现在全便宜闭眼贼了。”关羽激动地拍着大腿笑道：“太好了，有了这些粮草，咱们就可以扩充大军，守住建业城，甚至夺取整个江东了。你别闲着，立刻前往吕蒙府邸，将吕府家眷全部带到孙府，将吕府给我腾出来充作临时幕府。拿下建业之后，肯定是要办公的，办公自然是需要办公地点的，总不能让大伙在街上办公吧？理想的办公地点肯定是孙权的吴侯府，但孙权再怎么说也是江东之主，又是刘备的二舅哥，将孙府家眷赶出去明显不合适，那赶谁呢？”关羽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吕蒙这个倒霉鬼，他跟吕蒙可没亲戚，而且该死的吕蒙竟然白衣渡江偷袭自己后背，这种时候不收拾你收拾谁？诺王府转身挥手，大声喊道：“跟我走！”关羽紧跟着便出了府门，还没想好去哪，就见你带着张昭过来了。看着只披了件单衣，在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张昭，关羽忍不住笑道：“子不兄，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张昭看着被周仓夹在腋下的2位公子，悬着的心彻底死了，无奈叹息道：“魏军猛攻，吴军突袭，汉军背叛，3方绞杀下还能极限翻盘，关将军用兵如神，老夫佩服。但老夫想知道，奇袭建业的主意是谁出的？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他的执念，不弄清楚实在不甘。”站在张昭身后的你闻言，对着关羽骄傲地扬起了头，用眼神不断暗示道：“快夸我，快夸我！”关羽却不惯你这臭毛病，呵斥道：“你还愣在这干什么？去把其他重臣请来啊！”哦，你转身离开，带兵攻打其他重臣的府邸去了。关羽等你走后才挺胸抬头，捋着垂到腰间的美髯须笑道：“不瞒子布先生，离开麦城之后，我本打算赶往临掬返回蜀地的，是犬子安国及时拉住了我，让我奇袭建业与吴侯换甲，这才让咱们哥俩得以重逢呢。”张昭心想，此次奇袭竟是关兴的主意。张昭猛地转身，看着你消失的背影，眼中满是震惊。荆州的捷报早就传回建业了，战报上说，关羽离开麦城的时候，身边只剩200-300人，而且士气低落，缺乏粮草，已经彻底陷入了绝境。张昭能想象到那种惨状，也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人的精神会高度紧绷，思维也会陷入混乱，很难保持冷静。你小小年纪不但能在那种危局下保持理智，还能抓住战机让关羽绝地反击，简直不可思议。弱冠之龄就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假以时日，怕又是一个诸葛亮吧？张昭忍不住感叹道：“这可真是英雄出少年，虎父无犬子啊！关将军教子有方，老夫佩服。儿子有出息，当爹的自然与荣有焉。”关羽被夸得眉开眼笑，连忙试探道：“犬子能入子布兄的眼就太好了。我听说子布兄有个孙女已经成年且尚未婚配。”张昭在孙权麾下长期担任诸葛亮的角色，在江东的威望无人能及，若能与他结为亲家，关羽不介意低他一倍。张昭闻言吓了一跳，果断拒绝道：“打住！我家那丫头已经有婚约了，不适合你家二公子，还请关将军另觅良媳，跟关羽结亲，开什么玩笑？他们现在可是敌人，真成了亲家，别人怎么看他？还不得把他当成江东头号叛徒啊！”张昭已经63了，可不想老了落个晚节不保，那太遗憾了。关羽也知道此事急不来，便没再纠缠，话锋一转说道：“不过子布兄，咱们刘孙两家再怎么说也是亲戚，虽然目前生了点龌龊，但毕竟是自己人对吧？所以关某斗胆，想请子布兄写信安抚一下如须都周泰，让他别投靠曹魏，这不为难子布兄吧？他虽顺利拿下了建业城，却也将自己置身在了更加危险的境地中。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如须口，如须都周泰若是知道建业沦陷的消息，难保不会牙一咬心一横，北上投靠曹魏去。周泰若是降了曹魏，大批魏军就会顺着如须口杀入江东腹地，届时关羽拿什么抵挡手中这6000战力低下的匪军吗？拿下建业的关羽遇到了跟吕蒙一样的难题。当日吕蒙在临掬埋伏，却没等到关羽，担心关羽北上降魏，当场就乱了方寸。现在关羽也是一样，怕驻守如须口的周泰北上降魏，自己辛苦半天却给曹魏做嫁衣。2只狼打架，旁边蹲着1只虎看戏，那种滋味真心不好受。张昭也不想曹魏掺和进来，闻言点头道：“没问题，我回去就给周泰将军去信。不过关将军，我家主公夺了江陵，你又夺了建业，咱们也算扯平了，是不是该和谈了？老夫建议双方各退一步，重新恢复湘水划界，如何？恢复湘水划界就意味着要将新拿下的江陵乃至荆南4郡全还回去。”张昭自然1万个不愿意，毕竟荆州诸郡的面积不比江东6郡小，还回去等于让江东损失了1半领土，谁舍得？钱装进兜里容易，再让拿出来可就要老命了。问题是不还不行了。现在关羽占了建业，又绑架了孙权的儿子，刘备又刚打赢汉中之战，士气如虹，曹魏又在江北虎视眈眈，他们江东已经处在了绝对的弱势中，再不妥协，别说荆州，江东6郡都未必保得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关羽同样不想将已经收入囊中的建业再送出去，闻言摇头道：“
和谈的是关某可做不了主，你还是去跟我家大王和军师谈吧。和谈做什么美梦呢？该死的孙权吕蒙，在老子北上伐魏的关键时刻背后偷袭，害得北伐功败垂成不说，连自己都差点搭了进去，这么大的仇怎么可能轻易算了？现在局势明显对自己有利，不痛打落水狗，趁孙权病要孙权命，难道让那个闭眼贼再背刺自己一回吗？相反，若能借机灭掉江东，一统江南，对匡扶汉室的大业可就太有利了。别的不说，至少不用再担心盟友掣肘或者背刺，可以撸起袖子安心的跟曹魏干了不是？张昭也是出了名的老狐狸，一看关羽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忍不住在心里暗叹道：看来这个红脸贼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了，和谈之路难了。他虽心中犯苦，却没露声色，语气平静的说道：好吧，老夫这就回去给我家主公和汉中王写信。说完转身离开。关羽非但没有阻止，反而贴心的将其送了回去。送走张昭，关羽又去拜访了孙绍、张温等江东重臣，同时积极向他们推销自己的儿子，试图跟这群重臣结亲。在这点上，关羽做的相当现实，儿子跟谁结亲不重要，儿媳妇美丑也不重要，只要能结亲就好。结了亲，他就可以利用亲家的影响力，快速掌控建业乃至整个江东。想法虽好，但问题是江东重臣也不傻，不可能在这种时候把自己往关羽的战车上绑啊。在他们看来，关羽虽然占领了建业，却也将自己置身在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四面八方全是敌人，你关云长就算勇猛如霸王，也扛不住这种十面埋伏吧。至于援军，刘备的援军远在千里之外，中间又有孙权亲率的吴军主力挡着，刘备就算有通天的本领，也不可能顷刻赶到，所以关羽根本没有未来，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群殴致死。这种时候跟关羽接亲，那不是45年当汉奸，49年投国军吗？江东世家又不傻，怎么可能冒这种风险啊？关羽转了一圈也没把儿子推销出去，回去的路上看着你那都不爽，不悦的说道：瞧你那损样，连个媳妇都娶不到，还能干什么？你无语的反驳道：这特么也怪我，该死的关云长，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关羽瞪着虎眼呵斥道：你还敢顶嘴？你特么讲不讲道理？你有点理解糜芳傅士人为什么背叛？这样的关云长，别说糜芳，你都想背叛？不行，得想个办法尽快调走，否则待在关云长身边迟早被气死。悲催的关羽连亲儿子都不想跟他混，可见他在做人方面有多失败。你冷哼一声别过头去，没再搭理这个活爹。父子俩赌气似的回到充作临时幕府的吕蒙府邸，召集其他人开会。吕府大厅，关羽高坐上首，扫视一圈，看向王府，语气沉重的说道：国山，说说你那边的情况。王府出列拜道：禀使君，属下拜访了城中所有300师以上官员，寒门官员有不少都愿意投靠，4大家族出身的官员却全都模棱两可，明显是在观望。属下侧面打听了下，4大家族中有意投靠曹魏的不在少数，但目前还没动作，估计是在等孙权和曹操的反应。若是孙权不能快速夺回建业，曹操又及时率军南下的话，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曹操怀抱。在4大家族的投降顺序中，排第一的自然是孙权，毕竟是救主有感情，而且投降孙权不叫投降，叫忠君。况且4大家族不少族人都是吴军的高级将领，本土不可能轻易舍弃这群族人。排第二的是曹操，毕竟赤壁之战时投靠过一次，再投靠一次也没啥心理压力。咱们是排最后一个，除非拿下濡须口，断了魏军南下的希望，否则4大家族不可能投靠咱们。关键在于，这群人不管是保卫孙权还是投靠曹魏，都会拿咱们当做投名状换取利益。换言之，所有人都是咱们的敌人。关羽头疼的揉起了眉心，现在的情况确实危险到了极点，既要防备吴军反扑，又要防备魏军南下，还要防备江东士族被刺，真的太难了。关羽迟迟想不到破局之策，无奈看向你问道：安国，说说你的意见。你出列拜道：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我建议分2步走，首先请新肥将军和罗申将军返回大别山，将山中剩余的豪杰全部带来，再配上城中府库的兵甲，怎么也能武装15000到2万大军。这点兵马虽然不多，但有个好处就是全都出自江北，跟江东没有任何联系，不用担心他们背叛或者被江东士族收买，可以当做咱们的基本盘。其次招兵，贴出募兵告示，尽快将兵马扩充到5万以上，这点应该不难，毕竟咱们现在不缺粮草，有粮还怕没兵吗？另外，父亲您在士族中的名声虽然不咋地，但在百姓心中还是很受崇拜的。募兵令一旦贴出，前来应征的应该不在少数。募兵的同时再发一道求贤令，既然东吴群臣不愿投靠，咱们就从民间招。与曹魏和咱们不同，江东官场早已被士族垄断，寒门很难有出头机会。这些上升无门的寒门子弟，心里对士族和孙权肯定有怨气，只要给他们机会，肯定愿意为大汉效力。王府赞叹道：好主意，公子英明。关羽也从谏如流的拍桌子道：新肥，此次攻打建业你为首功，关某代大王封你为破虏将军，封罗申为军师将军，你俩休息一夜，明早立刻返回大别山，将其他豪杰给我带过来。诺新肥、罗申同时领命，兴奋的说话都带上了颤音。他们前几天还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将军，光宗耀祖啊，有木有？关羽继续道：国山安国，募兵的事就交给你俩了。诺两人领命。王府却忧心忡忡地说道：可是使君，募兵需要时间，训练更需要时间，卑职担心孙权和曹操不会给咱们这么多时间啊。关羽没有回答，而是盯着你问道：安国，我看你跃跃欲试的，好像还有后招，说吧。今天畅所欲言。你说道：咱们现在已被敌人团团包围，从里到外都是敌人，等于是处在了10面埋伏的必死绝地中。这种情况想要破局，常规方法是没用的，只能赌把大的把天捅破。我刚路过府库的时候，简单查了下典籍，发现吴郡9成以上的土地山泽都是4大家族的，境内的自耕农少之又少。吴郡虽然富庶，但境内百姓几乎都是4大家族的佃户，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我建议在江东实行变法，打土豪分田地，将4大家族的土地全部没收，然后分给百姓耕种，同时实行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以及算赋口赋等乱七
七八糟的睡着，以后只按照土地产量收税，借此将吴郡百姓彻底拉到咱们这边。与刘备、曹操那样的铁血霸主不同，孙权对江东的掌控力极其有限，为拉拢士族维护自己的地位，给了江东士族太多的特权和利益。这些特权和利益怎么来的？自然是牺牲百姓的利益换来的。比起刘备与曹操，孙权更像是士族联盟的盟主，在他的纵容下，江东士族已经具备了门阀的雏形，权力地位比曹操和刘备治下的士族高了太多，以至于后来司马炎灭掉吴国，统一天下，对江东士族一视同仁，并未刻意为难，江东士族却依旧直呼受不了。享受惯特权的人，哪怕恢复到平权，也觉得是在剥削。你说的唾沫横飞。关羽和王府却被惊得同时倒吸口凉气。王府震惊地说道：“打土豪分田地，摊丁入亩，这还不得把江东士族给得罪死？不止江东士族，真这么做了，全天下的士族都会站到咱们对立面的。王莽什么下场？二公子应该清楚吧？那又如何？”你冷哼道：“咱们不这么做，江东士族就不站在咱们的对立面了吗？士族胃口太大，难以满足，咱们就索性放弃士族，转而拉拢底层百姓，这样得了土地，减免了赋税的百姓，就算不念咱们的好，也会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而跟士族和魏军拼命的。另外，如虚口不是建业，有重兵驻守，咱们暂时肯定夺不回来。既然无法夺回，就要做好周泰投靠曹魏，魏军杀进江东腹地的最坏打算。真到了那一步，变法是否推行开来，会成为咱们能否获胜的关键。变法成功，江东百姓就会奋起反抗，跟着咱们将魏军重新赶回江北去。变法若不成功，咱们趁早收拾东西滚蛋吧。”王府蹙眉道：“二公子言之有理，但变法需要时间，不管孙权还是曹操，怕都不会给咱们这个时间吧？变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如须都周泰却是可以瞬间投靠曹魏，引魏军南下的。”你眼珠咕噜乱转，思忖许久才说道：“那就再玩把大的，想办法断了魏军南下的念头。”关羽、王府眼神同时一亮，异口同声地问道：“什么办法？”关羽虽刚吃了败仗，却依然对自己有着迷一样的自信。他相信，若无魏军搅局，纵然目前处于劣势，依旧能从容应对吴军的反击。区区江东闭眼贼，他还不放在眼里。问题是，曹操做梦都想打过长江，一统天下，怎么可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此情况下，这个逆子竟说要断了魏军南下的念头，是不是有点太狂了？关羽虽觉得这话过于狂妄，又拒绝不了阻止魏军南下的诱惑，所以没有出言反驳，而是死死盯着你的眼睛，准备听听你有什么妙论。你也不矫情，清了清嗓子说道：“办法很简单，上奏大王别来救咱们了，率领汉军主力北伐吧。”王府愕然道：“二公子你开玩笑呢吧？与东吴的战事尚未结束，就率军北伐挑衅曹魏，可就等于两线开战了。大王哪有那个实力？两线作战乃兵家大忌，实力强劲的曹操都未必敢这么玩，更别说刚结束大战兵困民疲的刘备了。让刘备放弃荆州，掉头北伐，有病吧？”你摊手道：“咱们不是已经在两线作战了吗？襄樊之战魏军猛攻，吴军被刺的，不算两线作战吗？”这王府语塞，你继续说道：“既然已经两线作战了，还有什么好怕的？继续打呗！大王北伐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曹操刚在汉中和襄樊两场大战中吃了饼，兵困民疲，士气低迷，两线作战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大王一旦北伐，曹贼势必要在关中和江东之间选一个。父亲、王司马，你们觉得那种情况下，曹贼是会调兵救援关中呢，还是会继续南下江东呢？”王府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道：“自然是救援关中了。首先，关中是曹魏的地盘，而江东不是，曹操不可能为了尚未获得的土地，放弃已经得到的土地。其次，关中对曹操的威胁可比江东大多了。要知道，关中是秦汉两朝的龙兴之地，长安又是大汉旧都，军事和政治影响力都太大，曹操就算死也不可能将关中让给大王。所以嘛，你摊手道，大王挥师北伐，曹操就会将所有兵力调去关中应对大王的进攻，哪还有精力再插手江东的战事，对吧？”王府思忖道：“确实算是个办法，但如此一来，咱们就得独自面对孙权的全面反扑了，扛得住吗？”你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状若癫狂地说道：“扛不住也得扛，咱们连荆州都丢了，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大不了就是一死呗。确切的说，咱们在败走麦城逃往临排的时候就已经死了，现在活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既然如此，还怕什么呢？咱可是光脚的。”说到这里，你突然意识到什么，更加癫狂地嗷叫道：“对啊，咱是光脚的，怕个锤子！索性玩得再疯狂些，让魏军杀过江来吧！”啥玩意？王府脑瓜子嗡嗡的，有点转不过来了。这小子疯了不成？关羽同样满脸震惊，却强迫自己保持冷静，边思索边询问道：“为什么？详细说说。”关二爷也是胆大包天之辈，而且落到这步田地也确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只要能弥补丢失荆州的罪责，让他在刘备、诸葛亮面前重新挺直腰杆，他什么都敢干。你眼珠快速转动， CPU 超负荷运转的同时激动说道：“刚才王司马说了，关中不管是对大王还是对曹魏都比江东重要。大王若能顺利夺下关中，就算丢了荆州也能弥补回损失，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将魏军引进江东，并且死定在江东大地上，然后让大王在边境观望，等咱们跟魏吴两军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再掉头北上杀进关中。蜀道虽然难走，但与关中的距离近呢。等大王杀进关中，曹操再想调江东魏军救援可就晚了。要知道江东到关中2000多里，等魏军赶过去，大王恐怕都已经拿下潼关了。”王府听得整个人都傻了，看向你的眼神跟看怪物似的，满是震惊。这太疯狂了！该死的关安国，怎么比庞统和法正加起来还颠？王府苦笑道：“太冒险了，纵然大王能顺利拿下关中，咱们也完了。这等于是拿他们自己吸引魏吴两军的所有精锐，从而给刘备创造北伐机会。平心而论，这个计划简直绝妙，成功的可能性极高。但你凭什么觉得咱们这点人能扛住魏吴两军的全面进攻？你特么是真不怕死啊？”你无所谓的说道：“玩就玩呗，人固有一死，迟死早死都得死，谁也不能长生不老不是。反正我的办法就2个，要么请大王大张旗鼓的北伐，将魏军调去关中，减轻咱们这边的压力；要么声东击西，咱们
们在江东全面吸引魏吴两军的注意力，为大王夺取关中创造机会，你们决定。不过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第二种虽然风险很大，但夺取关中的收益也大。一旦成功，咱们就算全部战死，也能落个军功封侯。青史留名，青史留名4个字让王府陷入恍惚。他儿子可还在成都呢。若真能助刘备顺利拿下关中，凭借他在江东吸引火力的功绩，怎么着也能给儿子捞个侯爵吧？富贵险中求，豁出去了。如此想着，王府看向关羽问道：“使君，你觉得呢？”关羽想都没想，便在荣耀和生死之间选择了前者。拍案而起，厉声说道：“安国说的对，我关某人在败走麦城的时候就已经死了，现在活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既然如此，有什么好怕的？这把生死局老子赌了。安国，你将那个什么打土豪分田地、摊丁入亩之类的想法写成奏书，我看过之后，咱们就全力推行。周仓，你明早乔装打扮一番，火速赶回成都上奏大王，让大王别管我们这边，尽快着手北伐，不要浪费咱们用命为他创造的机会。王府，你负责募兵求险，给我尽快招募5万大军，有兵有粮，老子就算死守建业城，也能守个1年半载。建业是江东治所，城防不比江陵差，在粮草充足、兵源足够的情况下，关羽就算据城死守，也有信心守个1、2年。这么长的时间足够刘备拿下关中了。”诺王府领命拜道：“使君，凭借建业的城防，死守1年半载确实不是问题，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城内没有人捣乱。若城内士卒与吴军里应外合的话，别说1年半载，1个月咱们都未必守得住啊。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就目前而言，城内士卒对他们的威胁远比魏吴两军要大。”关羽蹙眉道：“这确实是个问题。安国，对此你有什么好办法？守城战最怕的不是敌军强悍，而是城内有人反叛。城内叛贼与城外敌军里应外合的话，再坚固的城防也会瞬间崩塌。所以若想长期坚守，必须优先保证城内的安全，快速解决江东重臣不愿投降这个隐患。”你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道：“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全部杀掉，以绝。”“不行，绝对不行！”王府惊得再次哆嗦，没等你说完便出言打断道：“张昭、孙绍都是天下名士，岂能随意杀之？别说咱们，就是曹操也不敢轻易杀掉这种人啊！二公子忘了曹操杀边让的后果了，真杀了张昭、孙绍，曹操怕能乐得疯掉，刘备则会气得直接从成都飞过来清理门户，不带这么坑自己人的。”你揶揄道：“王司马，你先听我说完仨，急个啥子嘛？”王府当场就是一个白眼：“你说的这么吓人，换谁能不急啊？”你继续说道：“最好的办法确实是杀掉，但肯定是不能这么干敌，没有曹贼的命，咱得不起曹贼的病。既然不能杀，那就驱逐嘛，让他们滚出建业城，别在城中给咱们添乱总行吧。至于出城之后他们是会召集兵马攻打建业，还是会找孙权会合，为孙权出谋划策，对咱们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他们不在城内，就无法朝咱们背后捅刀子，想继续跟咱们为敌，就只能在战场上正大光明的硬干。真上了战场，咱会怕他们吗？”王府捋须道：“这倒是个主意，我建议再给他们准备点盘缠路费，将他们恭敬地请出城去，这样他们非但不会记恨，可能还会感激咱们，说不定咱们还能落得一个后代名士的好名声。”江东士族对孙权并没有多少忠心，不愿投降只是不想背上被主的恶名，同时觉得投降关羽没什么前途而已。将这群人放出城去，他们跟关羽为敌的意愿不会太过强烈，前提是关羽不推行土地改革。你笑道：“就是这个意思，但也不能全部驱逐出城，好歹留些人质嘛，比如他们年迈的父母、10岁以下的儿女，只要家人在手，他们就算跟咱们作对也会有顾虑。”王府蹙眉道：“将他们的家人留在城中，他们会同意吗？”“肯定会的。”你笃定道：“首先快过年了，天寒地冻的，谁也不忍心父母妻儿跟自己风餐露宿不是。其次，大王和父亲的人品有口皆碑，将家人交给父亲，他们会很放心，毕竟父亲不是曹操，没有好人妻的毛病。”关羽气得吹胡子瞪眼，盯着你呵斥道：“再敢胡言乱语，小心我抽你！”你缩了缩脖子，继续说道：“等将这群人驱逐出城之后，父亲就留在城中充当磁石，先将魏吴两军吸引过来，再变成钉子将魏吴两军死死钉在建业。至于孩儿，请父亲给我些许兵马，我出城打游击，一来袭扰敌军粮道，给他们制造麻烦；二来开拓通往荆南的通道，会和大哥看能不能趁孙权反攻建业的机会夺回江陵。”关羽蹙眉道：“这太危险了，城外没有城墙防护，吴军一旦全力追捕，你如何应对？”你笑道：“打不过还不知道跑吗？只要我在城外游击，敌军就不敢全力攻城，这样多少能为守城减轻一些压力。至于危险，咱们的处境还不够危险吗？为今之计，只有彻底将生死置之度外，才有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为咱们，为大汉博取一线生机。父亲放心，孩儿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我豁得出去。”关羽听得热血沸腾，猛拍桌子道：“好，不愧是我关云长的儿子，那就依你所言，让咱们父子彻底疯狂一回吧。”会议结束，各自散去。你回到房间并未休息，而是点起油灯，连夜书写土改方案以及守城建议。你虽然相信关羽的守城能力，但碍于时代限制，很多经典战例关羽都没接触过。若将这些战例拿给关羽参考的话，关羽肯定能发挥得更好。你一直忙到天亮才睡，你睡着了，其他人却忙了。城门打开，辛肥罗身带着数名亲信返回大别山召集人马，周仓带着10名亲兵返回成都向刘备汇报。王府则忙着做张昭、孙绍等人的工作，让他们尽快出城滚蛋。跟他们一样忙碌的还有曹魏的密探。曹魏校士府这些年可没少往建业插钉子，建业发生这么大的事，校士府密探自然要用最快的速度将消息报上去。总之，大家都很忙。江陵，孙权虽然顺利拿下了心心念念的荆州，却半点也高兴不起来，非但不高兴，反而焦虑的整夜睡不着觉。原因很简单，关羽消失了。前几天有消息称关羽顺着华容道去了荆南，他立即同意吕蒙的请求，命潘璋前往荆南追捕，同时命胶州刺史布置赶来长沙镇守荆南，准备将关羽彻底困死在荆州。结果调查得知，逃往荆南的不是关羽，而是他的长子关平。关羽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怎么找都找不到。找不到关羽不
说，逃到荆南的关平还不消停，勾结五西蛮王沙摩柯，在武陵郡不停的打家劫舍，搞得地方官焦头烂额。现在的情况是，关平在荆南不断骚扰，关羽跟藏在暗处的毒蛇一样，让他时刻防着，半点都不敢松懈。那可是威震华夏的男人，就算只剩一口气，也不能掉以轻心。除关羽外，还要防着刘备和曹操。刘备吃了这么大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至于曹操，自己虽接受了他的册封，向他表达了臣服，但曹贼什么人会在乎这个？一旦抓住机会，曹贼肯定会率军南下攻打江陵。他现在等于是四面受敌了，处理不好，真会死无葬身之地的。更可恨的是荆州士族，这群混蛋知道自己在荆州根基不稳，不断出言威胁，试图从自己身上捞好处，所作所为比曹贼都可恨。关键自己还不能得罪，只能耐心的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孙权有些后悔奇袭荆州了，现在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太难了，还没想好怎么应对。齐都尉于帆便冲进门来，行礼拜道：“主公，前往洛阳的使者回来了，说曹操最近病了，没见到人。”孙权冷哼道：“病了？真病还是假病啊？该死的曹贼想干什么？”于帆答道：“估计是真病了，毕竟关羽威震华夏，将他吓得不轻，加上他上了年纪，又素有头疾，大喜大悲之下，病倒也正常。这么多天，终于等到一个好消息。”孙权忍不住笑道：“病吧，病死才好呢。对了，关羽有消息了吗？”于帆摇头。孙权刚升起的好心情瞬间荡然无存，咬牙切齿道：“该死的关羽，没回巴蜀，没去荆南，也没投靠曹魏，到底去了哪里？总不能去偷袭建业吧？”主公，不好了！话音刚落，左司马顾雍焦急的声音便从殿外传了进来，惊得孙权当场就是一个趔趄。顾雍是个稳重的人，遇事不可能这么急躁，现在变得如此焦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次遇到的事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于帆也意识到了这点，迅速转身朝殿门看去。在孙权和于帆的注视下，顾雍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向殿中，谁料跑得太急，没注意脚下，进门的时候被门槛绊倒，当场甩飞，在地上滑行了好几米。此举如同一记重锤砸在孙权胸口，让孙权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能让顾雍失态的事情肯定不小，难道刘备或者曹操打过来了？于帆是个急性子，不等顾雍爬起，便迫不及待地问道：“袁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顾雍忍着疼痛，气喘吁吁地说道：“主公，江东刚刚传回消息，说关羽率军偷袭了建业，建业沦陷了。”“什么？你再说一遍！”孙权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的，差点就晕死过去。于帆却猛地转身看向孙权，脸色那叫一个难看。该死的，竟被你个乌鸦嘴说中了！你的嘴开过光吗？见孙权似要晕倒，于帆顾不得再吐槽，连忙上去扶住孙权，安慰道：“主公，主公，你没事吧？”孙权眼前冒着惊心，耳边不断回荡着于帆的余音，无意识地问道：“怎么会这样？建业怎么会沦陷呢？关羽哪来的兵攻打建业的？前线战报明确说了，关羽败走麦城时，身边只剩300人不到，这么点人怎么可能攻得下建业城？那可是他亲自督造的建业城，不是墙没人高的小县城。”顾雍满脸苦涩地说道：“据建业传回的消息，关羽率领的是大别山的土匪。主公你也知道，关羽此人向来喜欢结交匪类，大别山的土匪投靠他不奇怪。”于帆闻言，快速走到地图前，用手指在麦城、大别山和建业之间画了条线，愤恨骂道：“该死的关羽！败走麦城后，咱们都以为他会逃回蜀地，所以将兵力全都调到了西边。结果这个混蛋反其道而行，向东去了大别山，招募土匪攻打了建业城。这一击太致命了，简直是把东吴往死里整啊！只是现在才反应过来有个屁用。”孙权脑瓜子嗡嗡的，半个字也没听进去，满脑子只剩一个念头：完了，他拿了江陵，关羽夺了建业，双方看似平等交换，都没什么损失，实则不然。江东是他们孙家经营了3代的老巢，荆州是刚刚夺下的新地，价值能一样吗？他才刚拿下江陵，对荆州的掌控力薄如蝉翼。荆州士族若是知道自己丢了老巢建业，恐怕会立刻反水。还有吴军将士们的家眷都在建业，若是知道建业沦陷，谁还有心思作战？还有那群不服管的江东士族，恐怕这回已经琢磨着怎么向大耳贼或者曹贼表忠心了。丢掉建业的危害太大，稍有不慎自己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啊。反观关羽，孤军深入看似危险，但他有刘备这个外援啊。刘备若是知道关羽拿了建业，还不得倾巢而出率军东征啊？该死的关羽，这一击算是戳在了自己的命门上，压根没打算给自己留活路。意识到危险的孙权猛地抬手，给了自己一记响亮的巴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盯着顾雍郑重问道：“袁探，消息谁送来的？可靠吗？”顾雍已经起身行礼拜道：“是军师派人送来的。”信使刚送来消息就累晕了。主公，军师送来的消息不需要质疑，当务之急是想出应对之计，该怎么办？需要尽快拿出个主意。孙权急得在原地来回踱步，思忖许久才说道：“败走麦城，陷入绝境，不想着逃回蜀地，反而向东偷袭建业，这不是关羽能想出来的计策，是谁的主意？”事已至此，首先要搞清楚自己败在了谁的手里。他研究关羽多年，对关羽比对自己老婆都了解，知道关羽想不出这种疯狂的计划，出谋划策的肯定另有其人。是谁？顾雍答道：“信使说了，是关羽的次子关兴。大都督攻破江陵时，他从成都赶到前线，回到了关羽身边。”孙权无语道：“就是那个纵马撞死小孩，却将罪过推给大哥关平，被关羽差点斩了的关兴，他不是公认的废物吗？襄樊之战前，你纵马撞倒了一对去寺庙上香的祖孙，并将小孩当场踩死，害怕责罚，便将锅甩给了大哥关平。但这种事怎么可能骗得了关羽？得知消息的关羽暴怒，当场便将你押去刑场，准备斩首。还是关平及时取得小孩祖父的谅解，才将你救下。这事之后，江东君臣一致认为你是个扶不起的废物，不必在意，便将心思全放在了他大哥关平身上。结果你告诉我，这个公认的废物把老子的家给偷了。”顾雍苦笑道：“很有可能，这种纨绔废物一向不按常理出牌，偶尔做出1-2件意想不到的事也很正常。”孙权听得直翻白眼：“你这个意想不到，差点要了我的老命啊！”他没好气地问道：“那该如何应对？你们有什么建议？”顾雍拜道：“军师说关羽
关羽已将他们驱逐出城，明显是准备固守待援了。建业粮草兵甲都很充足，按照关羽的能力，守1-2年不成问题。但咱们坚持不了这么久啊！现在看来，荆州这块宝地好吃难消化。属下建议先命大都督率军返回建业，全力猛攻夺回建业，但也要做好夺不回来的准备。若是夺不回来，就只能妥协了。首先给如须都周泰传令，让他守好如须口，别给魏军可乘之机。其次派使者前往成都求见汉中王，将荆州还给他，以此为筹码重启孙刘联盟。他们跟刘备之间还有的谈。若让魏军南下，可就没法谈了，只能眼睁睁看着魏军铁骑踏平江南，将荆州还回去。孙权咬紧后槽牙，1万个不愿意。他好不容易才拿下荆州，还没捂热就要还回去，那自己折腾了个啥？顾雍叹道：“荆州必须还，否则咱们的处境太危险，因为咱们根本没法掌控荆州。目前关平沙摩柯在荆南闹得太凶，荆州士卒又杨凤因为待价而孤。刘备再率军东出的话，魏军肯定也会来插一杠子的。届时咱们不可能挡住这种狂风暴雨般的打击。况且当初攻打荆州的首要目的是阻止关羽北伐，防止刘备做大。现在首要目的已经达成，恢复襄樊战前的态势也没什么。当初孙权之所以偷袭关羽，是因为刘备在汉中打的曹操丢盔弃甲，又拿下东3郡，随时可以攻打襄阳城，那威势太吓人了。孙权怕刘备打败曹操之后掉头灭了自己，所以才偷袭了荆州。从这点上来说，江东的战略目的确实已经达成了，要不要荆州无所谓了。孙权闭上眼睛，陷入天人交战，挣扎许久才叹道：“那就依你所言，命大都督调兵返回建业，尽快夺回建业城。袁探你亲自去趟成都，试探一下汉中王的口风。”诺顾雍行礼告退。孙权看着他的背影，感觉心在滴血。他自然不想归还荆州，但现在仅有的2个儿子都在关羽手里，不还不行啊。只是他却忘了，这个时候归还，刘备还会要吗？洛阳，曹操最近过得贼刺激，先在汉中被自己追着打了几10年的小弟揍了一顿，狼狈退回关中，还没抚慰好受伤的心灵，又被关羽在襄樊暴揍一顿，吓得他差点迁了都城。年轻人都经不起这种刺激，何况一个素有头疾的花甲老头。因此曹操刚回洛阳就病倒了。纵横天下数10年的枭雄此刻正躺在床上凄凄惨惨戚戚。世子曹丕带着掌管校士府的长史刘烨进殿急道：“父王，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曹操抚着额头瞥了他一眼，没好气的骂道：“30多岁的人了，毛毛躁躁的成何体统？什么事？说吧。”曹丕连忙躬身行礼，慢条斯理的拜道：“江东传回消息，关羽攻下了建业城。”神什么玩意？曹操不知从哪生出一股力气，单手撑床猛地坐起，震惊的问道：“这怎么可能？消息太过震撼，惊得魏王殿下都结巴了。”曹丕却淡定的侧身让开，将发言权让给刘烨。刘烨拜道：“大王，关羽败走麦城之后，并未撤回蜀地，而是前往大别山收拢那里的土匪，趁机渡江拿下了建业城。消息千真万确。”曹操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蹙眉说道：“等等，我先捋捋。襄樊一战，关羽被吕蒙打得只剩100余骑，包括咱们在内，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突围逃回蜀地，结果他非但没有，反而向东偷袭了孙权的老巢。”刘烨拜道：“是的，当时吴军主力尽在荆州，建业前所未有的空虚，加上孙权一驻建业至今，建业从未发生过战事，所以一击成功不奇怪。”曹操在脑海中快速模拟了下关羽的进攻路线，由衷的赞叹道：“孤军深入火中取栗，云长还真是让寡人意外啊！只是如此一来，整个江南的局势都乱套了吧？”刘烨答道：“没错，江东士卒现在人心惶惶，吴军的家眷又都在建业城，估计也已无心作战。更悲催的是孙权，荆州还没稳定的家被偷了，如此荆州士卒不反也得反了，荆州待不下去，建业又回不去，孙权已经彻底变成风箱里的老鼠，弄不好怕得万劫不复。大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该如何应对？”曹操闻言一阵心动，快速思索道：“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这个机会也针对刘备。刘备接到消息肯定会率军东征的。”刘烨点头道：“没错，但蜀道难行，建业到成都的大半路程又都是敌战区，刘备收到消息的时间肯定比咱们晚。如此算来，咱们的优势比刘备要大点，至少有充足的时间。”曹操思忖道：“那就干吧，你立刻联系江东士卒，给他们封官许愿，争取将他们拉到朝廷这边，再联系如须口的周泰、朱桓，争取说服他们投降，主动献出如须口，再派使者前往江陵面见孙权，爵位官职随便许诺。现在是迫降孙权的最好机会，若能说服他投降，并在荆州替咱们挡住刘备，让朝廷顺利收复江东的话就太好了。再命张辽火速返回合肥，做好南下的准备。”襄樊之战时，张辽奉命支援前线，结果还没赶到战争就结束了。张辽因此赶去摩陂跟曹操会合，目前驻扎在陈郡。刘烨拜道：“大王英明，但我估计孙权不会轻易投降。臣建议咱们做2手准备，迫降不成就退而求其次，跟他做笔交易，请他让出荆州，作为回报，咱们在荆州替他挡住刘备，让他可以安心的返回建业对付关羽。”曹操靠床陷入沉思，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就2条路，要么攻打荆州，要么攻打建业。攻打荆州的好处是，荆州汉军已经退走，吴军掌控力薄弱，又丢了老巢无心恋战，看着很容易夺下。坏处是荆州毕竟有好几万精锐吴军，万一孙权跟刘备再次达成合作，自己又得面对孙刘联军的夹击。攻打江东的好处是，只需要面对孙权一个敌人，加上孙权丢了建业，江东已经陷入混乱，人心浮动，方便浑水摸鱼。坏处是江东毕竟是孙权的老巢，他若退出荆州跟魏军死磕，魏军很难过得了如须口。2个选择好坏参半，真的好难选择啊！曹操纠结片刻，突然想起一事，说道：“东3郡的刘封和孟达翻脸了是吧？加上他俩没救关羽，肯定会招致刘备记恨，这或许是个机会。命曹仁联系孟达，争取将孟达拉拢过来，借此告诉孙权，咱们的敌人是刘备，不是他。同时让曹仁做好随时南下的准备，然后派使者跟孙权谈判，迫降不成就争取达成交易。至于江东，让张辽以
隐匿行踪，别被吴军发现。咱们一明一暗，明着攻打荆州，暗中图谋江东，哪边先拿下就固守哪边，放弃另一边。荆州和江东，闭眼贼总得给我一个。诺曹丕、刘烨行礼告退，开始准备。曹操望着两人的背影，眼中射出前所未有的精芒。他原以为此生再无统一天下的可能，谁料关羽会给他创造机会，让他又一次看到了统一的希望。荆州和江东不管拿下哪个，都算是迈出了统一的关键一步。只要在江南夺得一块落脚之地，并且站稳脚跟，大耳贼的死期就到了。该死的大耳贼，咱俩之间该有个了断了。成都，刘备最近也生病了，病的原因很简单，刚爬上云端就被踹下深渊，心脏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他在汉中打败魏军，又顺利拿下了东三郡，打通了汉军东出之路。关羽又在荆州水淹七军，打得魏军抱头鼠窜，局面一片大好。眼看匡扶汉室的伟业就要实现了，谁料局势急转直下，他还没从胜利的兴奋中回过神来呢。荆州丢了，荆州丢了，这相当于正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锋呢。突然撞上一辆迎面而来的高速列车，不生病才怪。虽然生了病，刘备却顾不得休息，因为他最器重的谋士法正比他病得更重。刘备拖着病躯赶到法正府邸，看着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法正，忍不住悲呼道：匡扶汉室的大业刚刚有了起色，就丢了荆州不说，连二弟也没消息了。现在孝直你也要离寡人而去，难道天要亡寡人吗？孝直，如今这种局面，你还有什么能教寡人的吗？法正抓着刘备的手，虚弱说道：大王，为今之计只能壮士断腕，师弟保人了，派使者面见孙权，先把关将军救回来再说。另外放弃东三郡，召回刘封和孟达，没了荆州，留着东三郡也没了意义，不如放弃。而且孟达此人有不臣之心，若不尽快召回，迟则生变呢。刘备叹道：眼下看来只能如此了，先救回二弟，再找机会跟江东闭眼贼算账。孝直你先休息，寡人这就派使者联系孙权。说完起身正要离去，一名侍卫冲进门来，急切说道：大王，廖化将军回来了，说奉关将军之命，有重要军情向你汇报。什么？廖化回来了？刘备惊得一屁股坐了回去，悲痛的心瞬间沉到谷底，脑袋晕晕乎乎的，后面的话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此刻的他脑中只剩一个念头：怎么只有廖化回来了？二弟呢？被俘了还是战死了？法正同样惊得不轻，愣着刘备大腿想要坐起，连试好几次都以失败告终，无奈劝道：大王，还是先听听廖化将军怎么说吧。刘备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说道：对，让廖化将军到这边来，把军师也请过来。廖化很快被倒，凄惨的模样吓了刘备一跳。此刻的廖化披头散发，破衣烂衫，左脚鞋底和鞋身分家，将他的5根脚趾头全露在外面，右脚更惨，没有鞋子不说，连裤腿都少了半边，甚至腿上还挂着几道血痕。刘备看得心头一沉，他都这样了，那关羽呢？快60的关羽经得住这种折腾吗？刘备带着疑问走向廖化，准备先安慰这位忠心的属下，谁料廖化刚进门便扑通跪倒，放声哀嚎道：大王，你可得为臣做主啊！刘封、孟达那俩混蛋！刘备懵了，你小子刚回来就告状是几个意思？他现在急于知道关羽的情况，哪有心思关心其他事情？快速走到廖化面前，抓住他的肩膀急道：爱卿请起，先跟我说说荆州的情况，二弟怎么样了？廖化顺势想要站起，试了下没成功，他现在又累又饿的，跪着就不想起来了，索性坐在地上说道：大王放心，关将军没有战死也没被俘，已经奔袭建业去了。什么玩意？刘备身后传出法正的惊呼声，不可思议的说道：奔袭建业！刘备还没来得及震惊失神，就被法正的惊呼声惊醒，回头发现法正竟已坐起，连忙回去扶他坐好，又倒了杯水，亲自端到廖化面前，这才惊讶问道：是啊，这怎么可能？他哪还有攻打建业的力量？关羽麾下的兵力本就不多，又遭吴军背刺糜芳背叛的，连番打击之下，身边怕是1000人都不到，这点兵马攻打建业，开玩笑呢吧？廖化喝完水才说道：是这样的，当日关将军带着我们杀出麦城，原本是打算撤往灵举再回蜀地的，却被安国公子及时拦住了。安国公子说吕蒙早已在灵举布下天罗地网，我们去了就是自寻死路，死拽住关将军的马缰不让他走，并向关将军提出了突围的上中下3策，下策向北佯攻襄阳，争取挑起魏吴两军的战乱，再寻找机会趁乱逃走；中策是向东赶到汉水边，再向南沿着华容道退往长沙，在荆南继续跟吴军作战，同时静等大王东征。上策是向东奔袭建业，与孙权换驾。这话信息量太大，撑得刘备脑瓜子疼，愣了半天都没回过神，下意识的喃喃道：孙权刚夺了他的江陵，他就去偷孙权的建业，二弟的报复心啥时候这么重了？法正却跟等待多年终于等到知己似的，惊喜的说道：妙计啊！当时那种情况下，吕蒙肯定以为关将军会突围回蜀，必然会将所有兵力都调到西边围堵，如此其他3面可就空虚了，尤其是东边，吕蒙打死也想不到关将军会在那种情况下袭击他的老巢，所以肯定没有防范，向东看似死路，实则生路啊！刘备终于消化完这个惊人的信息，连忙问道：所以二弟选择了上策？廖化答道：没有，他3策全选了，命臣向北佯攻襄阳，将吴军引去襄阳城，又命关平公子向南，在荆南打游击，准备策应大王东征，自己则亲率剩余兵马攻打建业去了。臣是从东三郡回来的，回来时特意停留了片刻观察吴军动向，发现吕蒙亲率吴军精锐先从灵举赶到襄阳，又从襄阳赶到房陵，准备围堵我们。那动静看得臣惊出一身冷汗，当日我们真从灵举突围的话，肯定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刘备紧张的额头布满了汗珠，听完庆幸的说道：幸好没去灵举，可是二弟身边只剩那么点人，能拿下建业吗？拿不下的话，他没吃没喝的，又深入敌人腹心，怕是关将军肯定会拿下建业的，说不定这回已经拿下了。法正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笃定说道：因为他选的这个奔袭建业的时机太好了。此时吴军精锐尽在荆州，江东非常空虚，孙权、吕蒙又忙着稳定荆州，防备大王东征和魏军南下，紧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根本没时间关注身后。建业又没经历过大战，城内军
军民没有防备，所以关将军只要顺利穿插到建业城下就算成功了。至于兵力不足，更不是问题了。大王莫要忘了，关将军北伐时，江北许多豪强都响应了他。他若将这群人聚集起来，轻松就能凑够4、5千兵马，攻打此时的建业。4、5千人足够了。大王说到这里，法正脸上突然露出一抹不正常的潮红，吓得刘备连忙帮他抚摸胸口，并安慰道：“孝直，你别说了，御医说你需要休息。”法正却艰难地抓住他的手臂，说道：“大王，关将军的能力咱们都是知道的，不出意外，他现在应该已经进入建业城了。孙权以及吴军的家眷都落入他的手中了，而且建业城内粮草充足，关将军完全可以凭借这些粮草招募更多的兵马，这是灭掉东吴的最好机会。请大王立刻率军东征，收复荆州，攻打江东，一统长江以南，再不济也可以借此逼迫孙权退出荆州，重新恢复湘水划界。现在主动权转移到我们手里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大王！而且今后要多多培养安国公子，那种情况下还能想出反击之法，击中孙权命门。安国公子简直就是鬼才扑！”法正没等说完，便一口逆血精准地喷到刘备脸上，然后脑袋一歪，无力地倒了下去。刘备如遭雷击，直接愣在原地。廖化却惊得迅速站起，看着倒在床上的法正，原地懵逼：“什么情况？法令军法正官拜尚书令，怎么突然就轰了？这口黑锅不会扣我头上吧？这事还真不怪他。法正得的是心脏病，这种病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情绪稳定。但廖化带回的消息太惊人，谁听到这种消息，血压能不飙升啊？听到关羽奔袭建业的神操作，法正激动的血压瞬间飙到180，能不嗝屁吗？廖化还没从法正突然去世的震惊中回过神，就见诸葛亮手持羽扇，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赶来房间。诸葛亮正在衙门办公，听到廖化回来并去了法正府邸的消息，立即放下手头事务赶了过来。紧赶慢赶，终于冲进房间，看清房内情景，当场懵逼。此刻廖化宛如乞丐般站在房间，刘备满脸鲜血的立在床边，法正则软绵绵的躺在床上，胸膛没有起伏，明显断气了。这场景怎么看都像是凶案现场。诸葛亮握着羽扇的手僵了半天，才问道：“大王，孝直他。”据御医所说，法正好好调养的话是能撑到过年的，怎么突然就……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刘备被他的喊声惊醒，抓住法正的肩膀摇晃道：“孝直，孝直！”摇了半天没摇醒。刘备无奈接受了法正去世的事实，却来不及悲伤，而是拉过诸葛亮快速讲述廖化带回的消息，以及法正的临终遗言。这些内容信息量太大，诸葛亮摇着羽扇思忖许久，才叹道：“关将军此举简直是神来之笔，如此就可以派使者面见孙权，请他退出江陵，归还荆州了。现在孙权的老巢和家眷都在关羽手里，由不得他不屈服。”刘备龇牙咧嘴没有接茬，他不想跟孙权谈判，而是想要更多，比如整个江东。因此顾左右而言他的说道：“军师言之有理，但出兵东征还是有必要的，至少要形成东征之势，给孙权制造压力。”诸葛亮附和道：“大王说的对，臣这就去筹集粮草，调集兵马。但是大王，此次东征只是造势，您可千万别真的冲过去了。拿下建业虽是消灭东吴的最好机会，但对曹操同样是个好机会。曹贼若是知道关将军夺了建业，不可能没有动作的。该死的曹贼给他们制造的压力太大，大到很多事情他们明知吃亏，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诸葛亮同样对在北伐关键时刻被刺己方的孙权恨得牙痒痒，但再恨也得忍着，因为跟孙权开战获益的是曹操。刘备闭眼思忖片刻，痛苦说道：“让邓芝去吧，见到孙权之后不着急谈判，先看看风向再说，再让三弟带兵火速赶到江州待命，我随后过去。”商议完毕，君臣二人离去。在他俩的刻意宣传下，关羽攻打建业的消息很快传开。听到消息的蜀汉群臣集体震惊，纷纷感叹关二爷猛得不像人，刚把曹操打得威震华夏，又在被盟友被刺的情况下端了孙权老巢，这也太溜了。韩信、傅生怕都玩不出这种极限操作吧。震撼过后，纷纷展开行动。这是没什么好说的，关羽都拿下建业了，他们不可能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必须做出东征之势以示回应。换句话说，现在不是他们在指挥关羽，而是关羽在指挥他们，他们必须无条件配合关羽的行动。随着刘备一声令下，蜀汉的战争机器再次运转起来，人逢喜事精神爽。在接到关羽的确切消息之后，刘备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痊愈的刘备没有多待，只准备了3天，便命诸葛亮留守成都，带着赵云、黄权等亲信赶往江州。至于粮草，后续运来就行。蜀道难走，刘备奔波了7、8天才到江州。刚到城下，就跟阆中赶来的张飞撞了个正着。张飞跑到刘备面前，激动说道：“大哥，荆州的事我听说了，二哥竟然端了孙权的老巢，太他妈生猛了！大哥您就说怎么办吧，只要您一声令下，我立刻冲出三峡，收复江陵，去建业跟二哥会合。”其实他们这会并未收到关羽拿下建业的消息，一切都是靠猜的。但刘备相信关羽的能力，更相信法正的判断，相信此刻建业已经落到了关羽手中。但关羽拿下建业之后会怎么做，想要他们怎么配合，他们却无从得知，只能靠猜。看着激动的张飞，刘备苦笑道：“大军还没到齐，粮草还需要时间筹备，关键是曹贼，这个老混蛋肯定会出来搅局，头疼啊！子龙，说说你的想法。”赵云拜道：“臣觉得应该先行出击，至少冲出夷陵秭归，将一道城夺到手里。一道城是江陵的门户，拿下一道进可直扑江陵，退可回到蜀地，让咱们立于不败之地。一道城对汉军太重要了，历史上夷陵之战，刘备就是因为没能及时攻破一道城，才被陆逊堵在夷陵的山地里，等到了火攻击毁。如今关羽拿下建业，汉军不管是想全力东征灭掉江东，还是只想造势逼迫孙权签订城下之盟，都必须夺回一道城。”张飞附和道：“我同意子龙的想法，咱们都收到了建业沦陷的消息，驻守秭归的陆逊肯定也收到了，但我估计他不敢将这个消息告诉麾下士兵，所以我建议趁等待粮草的机会，派出密探，将建业沦陷的消息快速扩散出去，借此瓦解陆逊的军心，等大军粮草一到就冲出三峡。”刘备点头道：“就这么办。”同时派斥候打探
荆州的消息，联系荆州的士卒。我就不信孙权连老巢都丢了，荆州士卒还会给他卖命。商定好计策，刘备便在江州待了下来，一边打探荆州的消息，一边等待后方的兵马粮草。这一等又是10天，距离廖化归来已经20多天了。所有事情终于准备妥当，刘备终于开始行动，命张飞为先锋，率领水军攻打秭归。这天在教场上举办完誓师大会，张飞朝刘备抱拳拜道：“大哥，我先去了，你等我好消。”话未说完，就听见有人喊道：“大王，周仓将军回来了！周仓将军回来了！”刘备双眼猛地瞪大，惊喜地回应道：“将周仓将军带到教场来。”用脚后跟想也知道周仓是关羽派回来报信的，让贴身侍卫周仓亲自送信，可见关羽对这条消息的重视程度。等了这么多天，终于等到关羽的确切消息，刘备怎能不激动？在士兵的带领下，周仓很快出现在了教场。刘备、张飞等人同时抬头，看清周仓的容颜，齐齐瞪大了眼。现在的周仓比当日的廖化还惨，惨的现场没一个人认得出来。周仓却认出了刘备，跑到刘备面前扑通跪地，满脸委屈地说道：“大王，吴军太他妈不是东西了！他们白衣渡江破坏规矩之后，便在沿途哨卡加强了防范，现在过关的不管什么身份都会遭到哨兵的严格盘查。我这一路太难了，差点就见不到您了。刘备，你个臭小子，不知道我最着急的是什么吗？寡人知道你委屈，但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二弟的消息再委屈？”刘备无奈，快步走到周仓面前，也不嫌脏，扶起他安慰道：“没事了，到家了，一切都过去了。对了，二弟那边怎么样了？”周仓抹着眼泪说道：“关将军已经顺利拿下建业城，他请求大王不要东征，立刻率军北伐关中。”啥？刘备猛逼道：“啥玩意？北伐关中？你现在被人堵在建业城，围得里3层外3层，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却不让我去救你，反而让我掉头攻打关中。”刘备再一次被关羽的骚操作给震惊到，这个红脸贼怎么越老越疯？这不妥妥250吗？刘备恨铁不成钢的正想呵斥，话到嘴边突然意识到什么，连忙扭头观察，确定附近侍卫都没听到之后，抓住周仓的手说道：“走，借一步说话。”说完命大军原地等待，拉着周仓直奔中军帅长，又命亲兵统领陈道亲自守门，禁止任何人靠近。这才问道：“周仓，把二弟的原话给我复述一遍。老刘可是底层杀出来的帝王，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虽然震惊关羽的操作，但也很快意识到了关羽的目的和攻打关中的好处，忙将周仓拉进帐中询问详情。询问的同时，死死盯着周仓眼睛，紧张的呼吸都急促了几分。因为关羽这个提议太好了，目前包括曹操、孙权在内，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建业。收到消息的曹操肯定开始筹集粮草兵马，准备南下了。如此关中可就空虚了。这个时候北伐关中，跟关羽当日奔袭建业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比奔袭关中更精妙。因为北伐失败，他有退路，关羽却没退路。二弟这是想用自己的命为他创造北伐机会。周仓答道：“这是安国公子的建议。安国公子说利用建业将魏吴两军全吸引过来，这样关中就空虚了，大王北伐就事半功倍了。等曹操反应过来再去救援关中已经晚了。将军说建业城内粮草充足，就算魏吴两军同时打来，他也有信心坚守1年半载。请大王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不要顾忌他安心北伐。”刘备点头喊道：“书至臣道的字，带周将军下去休息。”送走周仓，刘备看向张飞、赵云、黄权等人问道：“你们怎么看？”张飞急道：“关中确实空虚，大二哥的处境太危险了，咱们不去救他的话，他坚持得下来吗？”赵云思忖道：“建业可是孙权亲自督造、充当都城的地方，守个1年半载应该不成问题。这么长的时间足够咱们拿下关中了。等拿下关中，再跟孙权谈判也不是不可以。相反，继续东征的话，极容易引得曹操出手搅局，战局可能会多出许多变数，最后反而害了关将军。”黄权接茬道：“我同意子龙将军的意见，目前最大的变数是孙权，咱们不能把孙权逼得太狠，否则他情急之下投降曹操，咱们可就乐极生悲了。若退一步，将荆州暂时让给孙权的话，依旧掌控着大半个江东，并且拿到荆州的孙权绝对不会甘心降魏，他不投降就会替咱们牵制住曹操部分兵力，为咱们北伐提供助力。但为防止曹操察觉提前防范，或者孙权察觉给咱们捣乱，东征的架势还是要做的。我建议继续东征，攻打秭归、夷陵，但一到城就不必攻了，大军驻扎夷陵，做出东征之势就好，免得把孙权逼急了。”刘备思忖道：“公衡黄权的字言之有理，不过这么大的事应该听听军师的意见。”命军师火速赶来江州。话说一半突然收住，迟疑片刻改口道：“算了，信使回去通知军师，军师再赶过来太耽误时间，我亲自返回成都找军师商议。你们按照原计划继续攻打秭归、夷陵，在夷陵等我就行。”诺几人行礼告退，张飞却留在最后，等所有人都走了才担忧地说道：“大哥，咱们真逮到北伐的话，二哥怎么办啊？他顶得住吗？关羽的处境太危险了，四面八方都是敌人，而他所能依仗的只有一座建业城，那种十面埋伏的绝境，别说身临其境，光是听听就感觉头皮发麻。”刘备苦笑道：“你说的我都明白，但公衡说的对，咱们若执意东征，逼得孙权降了曹操的话，云长就彻底死无葬身之地了。眼下只有孙权跟曹操继续明争暗斗，云长才有机会在他俩的夹缝中周旋，从而坚持更长时间。所以说继续东征非但救不了云长，反而可能置云长于死地。相反，放弃东征掉头北伐，围魏救赵，或许才是救云长的最好办法。这么说你明白了吧？这里面的弯弯绕太多。”张飞想得脑人疼，拍着脑门说道：“算了，我相信大哥你不会害二哥，我去准备出征了。”见他要走，刘备连忙拉住他笑道：“三弟，刚才的事哥得夸你，你在教场上听到
二弟让咱们北伐的消息，竟然没有尖叫出声，奇迹啊！今天怎么忍住的？张飞的嗓门可是能喝断当阳桥的，一嗓子出去，大半个教场都能听见。当时教场上那么多将士，里面肯定有魏吴两军的密探。张飞若真嚎叫一嗓子，把关羽请求北伐的消息扩散出去，他们也就不用北伐了，准备跟孙权死磕吧。张飞闻言愕然片刻，摸着脑袋傻笑道：“不是忍住了，而是这个消息太过震撼，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时，你已经赶来率帐了，我只能跟着。”刘备无语，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准备出征吧，北伐的事记得保密。”诺张飞欢天喜地的离开大帐，在教场做了一番简单的战前动员，便急匆匆的率领大军去了秭归。刘备也没耽搁，骑上快马，火速赶往成都找诸葛亮商议。这么大的事不问问诸葛亮的意见，他不放心。这次刘备只带了陈道等10余名侍卫，仅用2天便返回成都。进城没有回宫，而是直奔诸葛亮府邸。诸葛亮接到消息，火速出营，诧异问道：“大王怎么突然回来了？可是出了什么变故？进去说。”刘备拉着他走进大厅，确定隔墙没耳，才将关羽送来的消息复述一遍。诸葛亮同样震惊的瞪大眼睛，愣了许久才回过神，原地踱步道：“好主意，不管怎么说，咱们最大的敌人始终是曹操。若能拿下关中，把荆州暂时让给孙权也没什么。孙权就算得了荆州，也对咱们造不成致命威胁。曹操却不同，随时能拍死咱们的。不过姿势体大，此事得好好计划一下。”说话的功夫，诸葛亮脑中便浮现出了一套迷惑孙权、曹操、伺机夺取关中的方案。诸葛卧龙缺乏的只是思路，而非智慧。只要戳破那层窗户纸，他就能举一反三，甚至举一反十。向刘备讲述完自己的北伐计划，诸葛亮由衷的赞道：“先奇袭建业，后北伐关中。安国公子的思路还真是天马行空啊！”与诸葛亮商议完毕，刘备便开始为北伐做准备。此次北伐的本质是偷袭，偷袭就意味着一切都只能偷偷进行，兵力不可能太多，因为汉军主力还要做出东征态势迷惑孙权和曹操，因此用于北伐的兵马就很有限了。刘备只能抽出2万，还全是老弱病残，将领也不会太优秀。赵云、张飞一个都不能去，只能调动霍毅、颜之、高翔等小将以及王平这个降将，撑死加个汉中太守魏延。这些都安排好，最困难的问题来了，谁挂帅？刘备不能去，他得留在夷陵前线吸引火力，否则他若消失，肯定会引起曹操的怀疑。关羽倒是可以，但人在建业根本回不来，如此留给刘备的选择就只剩一个诸葛亮。除诸葛亮外，其他将领都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老刘实在是无人可用了。北伐准备完毕，刘备又将目光投向了东三郡。刘封和孟达的事情该解决了，他原本是打算将刘封、孟达召回成都治罪的，现在看来只能延后了。北伐在即，正是用人之际，实在不宜内部生乱，所以他给刘封下令，放弃房陵、上庸，全力固守西城，防止魏军由东三郡进入汉中，同时命孟达火速返回成都听命。孟达那个反骨子肯定是不会回来的，刘备也不是真要将他召回，只是想借此机会逼他投降曹操而已。钓大鱼得下重饵，想将曹操吸引过来，不给点好处怎么行？孟达就是刘备扔给曹操的鱼饵，不信曹贼不上当，做好安排。刘备顾不得耽搁，火速返回夷陵前线，临走时还特意带了一个人马谡。老刘别的本事没有，识人的眼光却是杠杠的，他知道马谡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自己不带走就得被诸葛亮带去。北伐这么重要的事，他可不敢让马谡给搞砸了。建业决定死守的关羽只休息1晚，便开始清理城中隐患，拿着名单将张昭、孙绍等不愿投降的顽固分子全部送出城，同时发布公告，请其他不愿投降的官员自行离开，没路费的可以找他领盘缠，借此再刷一波人望。司马王府也没闲着，在各处城门都设置了募兵点，开始招兵买马。关羽在民间的威望太高，百姓得知纷纷赶来应征，一时之间应者云从。这里面肯定有吴军和魏军的密探，但王府不在乎，区区密探，他有的是办法收拾。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你却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风水宝地——监狱。你要出城游击策应关羽，缓解守城压力，还要打通荆南通道，跟关平建立联系，难度相当的大。执行高难度任务需要神一样的队友，在关羽身边找不到，只能想其他办法了。所以你便将目光投向了监狱这个人才聚集地，准备在里面挑选一批既有能力又对东吴有怨气的人才加入。中午时分，你走进牢房，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人满为患，囚犯全都披头散发，浑浑噩噩的，对你这样的陌生人提不起丝毫兴趣。唯有一人拍打着栅栏说道：“将军，我没罪，我是冤枉的。”你揶揄道：“喊啥？冤枉你的人能不知道你冤枉吗？”恶难人愣住，其他囚犯却同时抬头对他怒目而视：“你个可恶的小娃娃是来侮辱我们的吗？”你被他们瞪得有些不自然，连忙介绍道：“我叫关兴，我爹是汉寿亭侯关羽，你们听说过吧？”众囚齐齐愣住，片刻之后，喊冤的中年率先反应过来，惊喜说道：“关将军光复建业了，这么说我的冤屈能申诉了。”中年惊呼的同时，伸出不知多久没洗的脏手，抓住你的衣襟，急切说道：“禀少将军，卑职谢冲2年前被举为孝廉，与吴郡朱氏出身的朱红竞争乌商县令。朱红是个没底线的废物，竞争不过就使盘外招，趁我跟兄长聚会醉酒杀我兄长不说，还派人掳走我嫂嫂扔到我床上。我早晨醒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冲进屋的衙役堵了个正着，然后我就以因惦记嫂嫂而谋害兄长的罪名关进这里，直到今天。对此我是百口莫辩的。天可怜见，那是我亲嫂嫂，我怎么说也是读圣贤书的人，怎么可能做出那种有悖人伦的事情？”谢冲没等说完便红了眼，他恨的你听得很不是滋味，心头涌出一股不怎么美好的回忆。你前世原本是要升队长的，所有手续都办完了，结果上任前1天，突然冒出一个不认识的混蛋把你给顶了，这是直到现在你还耿耿于怀。无奈叹息道：“你们谁还有冤屈，说出来听听呗。”众囚集体沉默，住这里的哪个没有冤屈？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将伤口揭开给别人看的。你见众囚弹性不大，索性笑道：“干聊确实没意思，咱们边吃边聊吧。”说完朝外勾了勾手，2名士兵推来一辆架子车，车上
上摆着10几层高的蒸笼，蒸笼缝隙里不断冒着热气。众球看向蒸笼的眼神满是好奇，有些人的腹部更是发出了不争气的抗议。他们饿啊！牢房伙食可不管饱，饿死那是家常便饭。你揭开蒸笼，从喷薄而出的白雾中抓出一物扔给谢冲，说道：“这是我天没亮就起床，亲手给你们做的见面礼，尝尝合不合口味。对了，这东西叫做包子，里面有馅的。刚出锅的包子可是很烫的。”谢冲被烫得滋啦乱叫，却死不撒手，皮肤烫红了都没丢弃，适应热度后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其他囚犯看得狂咽口水，齐声问道：“好吃不？”谢冲吸溜着说道：“好吃，太好吃了，里面竟还有咸菜和豆腐，天可怜见，我已经2年没吃过咸菜豆腐了，吃完这顿死也值了。”说完再次狼吞虎咽。众囚则齐齐看向你，眼中满是渴求。你让他们排队领取，并好心提醒道：“慢点吃，别噎着，噎死了我不成杀人凶手了吗？”这话很欠揍，众囚却默契干饭，全当没听见。谢冲最先吃完，又要一个好奇问道：“少将军，这包子是怎么做出来的？简直太好吃了！”你笑道：“就是普通的吃食，没啥好说的，咱还是先聊正事吧。你们都是因为什么进来的？”众囚这次没再保持沉默，对视片刻一名30出头的男子说道：“卑职孟俊，涿郡人士游侠出身，半年前从洛阳弄到10匹战马，准备运到建业卖个好价，然后回家盖房娶媳妇的。谁料本地帮会不讲武德，拿了战马不给钱不说，还罗织罪名将我扔进了监牢，太不是东西了。”你笑骂道：“你就庆幸吧，人家至少给你留了条小命。战乱年代秩序崩坏，黑吃黑是家常便饭，没有实力还想保住财力，简直做梦。”孟俊认同你的说法，笑了笑没说话。一名20出头的青年接茬道：“禀少将军，卑职宁环丹阳人士，家有薄田数亩，读过2年书，卑职有门从小定下的娃娃亲，原本打算成亲之后继续读书，设法步入仕途的，结果我那未婚妻越长越水灵，人漂亮了心也野了，看不上我这个连笑脸都举不上的穷书生了。他爹倒是讲信用，不愿背弃婚约，强行将闺女嫁给了我。原以为成亲是我幸福的起点，谁料却是灾难的开端。那个贱人不知怎么就勾搭上了雇佣的次子姑母，罗织罪名将我送进监狱，他俩勾搭在了一起。想不到这个时代也有勾结情夫、陷害丈夫的狗血戏码，世界果然是个草台班子，各种烂俗剧情不断重复，循环上演啊！三人的控诉引起了其他囚犯的共鸣，纷纷开始倾诉自己的委屈。聊天得知，这些囚犯中既有被当作校士府密探抓进来的，也有被竞争对手陷害的，还有不愿贱卖良田，被世家强行送来，连罪名都懒得找的。入狱的方式那叫一个五花八门，当然也有真正的罪犯，不过是少数。让你诧异的是，里面识文断字的竟然不少，足足有18个。监狱果然没来错，你是个忠实的听众。等所有人都倾诉完毕之后，才笑道：“在里面住了这么久，想家了吧？跟我说说，出去了最想干什么？”宁环咬牙切齿地说道：“自然是找顾木和那个贱人报仇了，灭门之仇焉能不报？”有人鄙视道：“顾氏可是吴郡4大家族之一，你连人家的大门都进不去，怎么报仇？”宁环愤恨道：“那又如何？他顾家在世大命也只有一条吧，老子蹲在顾府门口要饭，等顾木出来就给他一刀，大不了同归于尽。我报不了仇，就让我儿子报。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十世之仇犹可报也。”众囚纷纷拍手赞道：“好样的，这才是我大汉男儿该有的血性。”几句下来，气氛彻底活跃，众囚讨论的也越发激烈。我没啥仇可报的，出狱了就找媳妇过日子，再生一堆大胖小子，把家里的血脉传下去。我要回家照顾母亲，多年不见，不知道他老人家还在不在。我继续干老本行，为活不下去的少女寻找生计。你气得抓起包子就砸了过去，破口骂道：“混账东西，竟将贩卖人口说得如此清新脱俗，真以为我不敢宰了你是不是？”此人名叫严石，是个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的孤儿，平时靠给青楼物色女子维持生计，说白了就是拐卖妇女。严石接过包子笑道：“少将军天地良心，我是人牙子不是人贩子，从未做过强买强卖的事，我经手过的女子都是自愿的。少将军有所不知，乡下吃绝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那些死了丈夫又没儿子的寡妇在村里根本活不下去，送去青楼好歹有口吃的，放任不管就只能饿死了。所谓吃绝户，就是女子的丈夫和儿子死后，村里的叔伯兄弟非但不帮忙照顾，反而趁火打劫将女子吃干抹净，好点的还给女子留条命，恶点的则会直接送女子去见亡夫。吃绝户这种事情遍布各个阶层，连林黛玉都被贾家吃绝户了，更何况普通人？你诧异道：“他们不会改嫁吗？非得去青楼啊？”严石说道：“少将军，你这不睁眼说瞎话吗？黄金暴乱到现在打多少年了，男人都快死绝了，你嫁给谁去？我们村现在全是女人和老人，连路过的野狗都没公的，更别说男人，这是事实。大汉目前的男女比例很成问题。”你听得窝火，转移话题道：“诸位，你们都有各自的冤屈，也都有各自的理想，而且大多数人的理想都很简单，只想要几间茅屋几亩薄田，安心过日子而已。说实话，这个理想已经低得没有下降空间了。但你们自己说说，你们有实现的希望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世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世道不该是这个样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世道不该是这个样子，世道不该是这个样子。”谢冲默念片刻，激动咆哮道：“可世道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特么的能怎么办？我父亲为供我读书，卖掉家中所有良田给李正做了佃户。我为满足父亲的期望，低声下气四处求学，几十年来一刻也不敢松懈。好不容易举了孝廉步入仕途，结果呢，已经定好的官职被4大家族抢了不说，还害得兄长丧命，嫂嫂蒙羞，连我自己也被关进天牢，除了等死什么都做不了。我家努力2代人，却换来这么个结果，这就是特么的世道。”谢冲抓着栅栏疯狂咆哮，情绪激动得快要崩溃了。孟俊拍着他的肩膀以示安慰，同时悠悠叹道：“身为游侠，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也算见过世面了。转了一圈，惊讶发现江东的天最黑，江东士族最目无法纪，中原士族虽也恃强凌弱，但有曹操压着，没人敢在官场上动手脚。谢冲这事若发生在中原，曹操敢把对方整个家族都给屠了，县令不是小官不可能说换就换。
还。上位夫人的准县令也是一样，按照后世的说法，已经是有编制的人了。这是放在曹操、刘备那边怎么听都像天方夜谭，但在江东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可见吴郡四大家族的实力有多强，孙权对江东的掌控力有多弱。你愤恨道：“圣贤书教导我们要遵纪守法，团结互助，要温良恭俭让。可结果呢？谢冲的前程被抢了，孟俊的财物被抢了，宁桓的媳妇被抢了。该死的士族不断打着圣人的幌子教我们做好事，自己却心安理得的做坏事，这合适吗？难道我们就一直忍耐吗？泥人还有3分火气呢，凭什么咱们老百姓就得一直受他们欺负？”谢冲被刺激的眼眶发红，却盯着你冷静问道：“少将军，咱们素未谋面又非亲非故，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少将军想让我们做什么，不妨直说，只要能帮我杀了朱红，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众囚齐齐看向你，能进这里的没有傻子，他们不相信你会无故示好却不求回报。你同样直视着谢冲的眼睛，满脸严肃地说道：“你想找朱红报仇，我特别理解，但我要的不只是朱红，而是整个朱氏家族，确切的说是吴郡四大家族彻底覆灭。”谢冲不可置信地惊呼道：“你跟四大家族有仇？”你摇头道：“没有，顶多各为其主而已。”谢冲诧异道：“那为什么要做这么绝？他跟朱红有着如此血仇，都没想过牵连朱氏家族，你却要无缘无故的灭人家满门，这未免也太狠了吧？”你解释道：“我刚才说了，世道不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想改变。四大家族占着吴郡9成以上的土地，享受着各种权益，将整个吴郡乃至周边数郡的百姓全都变成了自己的奴隶。然后呢，掌控海量资源，享受各种特权的四大家族，非但没有尽忠报国，反而对下盘剥百姓，对上欺骗朝廷，不断的损公肥私，这合适吗？合理吗？江东是大汉的江东，还是他们四大家族的江东啊？你也是读过圣贤书的，该懂的不该懂的应该都懂。朝廷每年从四大家族手中收缴的赋税几乎为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们在不断挖朝廷的墙角，吸朝廷的血，他们就是趴在朝廷身上的吸血虫。黄巾之乱为什么爆发？不就是因为士族兼并太多土地，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吗？士族把百姓逼反了，回头却把锅甩到皇帝头上，说皇帝昏聩导致天下大乱，皇帝陛下何其冤也。然后呢，王朝覆灭了，大汉玩完了，士族却换个主子继续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继续肆无忌惮的盘剥百姓，欺负你这种没背景的可怜虫。不只是你，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所有的后代只要出生就会沦为士族的奴隶。士族最大的财富不是良田，不是庄园，而是你们这样的穷鬼。谢冲如遭雷击，愣在原地，痴痴念道：“士族最大的财富是穷鬼，是穷鬼。”其他囚犯也被你的逆天言论所震惊，脑中陆续浮现出父辈的身影，自己的父亲、祖父乃至曾祖父，甚至再往上数，好像都是跟自己一样的可怜虫。反观四大家族，祖祖辈辈都是高官，已经辉煌数百年，不出意外还会继续辉煌下去，永无止境。也就是说，自己的儿孙会跟自己和自己的祖辈一样，永远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那还折腾个什么劲？不如死了算了。谢冲终于回过神来，无力叹道：“你说的没错，可那又如何？又能改变什么？”你笑道：“不试试怎么知道改变不了呢？都说流水的王朝，铁打的世家，不管王朝如何变迁，士族始终存在。害你的吴郡朱氏，据说是颛顼帝的后代，都传几千年了，还在当人上人。凭什么？所有士族都认为他们的富贵应该世代传下去，可我偏要打破这一铁律，我要打土豪分田地，将良田公平地分给每一位百姓，让他们全都吃饱穿暖，永远不再受饥寒之苦。我还要改进蔡侯制，推广书籍，修建书院，让每个人都读得起书，还要广建医馆，让所有人都看得起病，让我大汉的百姓全都又有所依，老有所养，让这世间再没有欺凌和压迫。”你语气低沉，却听得谢冲震耳欲聋，眼神迷离地问道：“这比圣人的宏愿还大，能做到吗？”你反问道：“能不能做到重要吗？只要我们做了，百姓和历史就会记住我们，纵然我们失败了，后人也会沿着我们的脚步继续前进，直至成功。你应该打过架吧？别人欺负你，你若因为害怕而放弃抵抗，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你。相反，你若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态拼命反抗，他再想欺负你就得掂量掂量。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勇于反抗，士族就不敢肆无忌惮。士族之所以敢这么猖狂，本质上就是被你们这样的良民给惯的。”谢冲沉默良久，后退跪地，郑重拜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少将军说的对，该做的事尽管去做，没必要在乎结果，只要做了，自然会被人记住的。少将军若不嫌弃，我谢冲这辈子跟你干了，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看着谢冲坚定的眼神，你脸上露出了满意笑容。这就是他要找的志同道合的人。伟大的事业从来都不是独自完成的，你本事再大，没人辅佐也是白瞎，所以他才会来监狱寻找队友，创建团队。现在看来自己来对了。众囚见被谢冲抢先，顾不得愣神，纷纷拜道：“我们也愿意追随少将军，请少将军收留。”严石更是拍着胸脯保证道：“少将军，草民以前确实是个混蛋，但已经改过自新了，请少将军信我一回，改变命运的机会可不多，好不容易遇到，没人愿意错过。”你盯着他们，语气坚定，不容置疑地说道：“你们以前的罪责我既往不咎，以后若敢再犯，我亲自行刑，明白吗？”众囚齐声喊道：“明白！”你起身打开牢门说道：“走吧，跟着你走出牢房，感受到久违的温暖阳光。”众囚激动得语无伦次，跪地哀嚎，大吵大闹，疯狂发泄，弄得场面一度混乱。你理解他们压抑太久需要释放的心情，因此并未催促，等他们发泄完毕才赶往临时驻地。随后命人给他们烧水洗澡，修剪发型胡须，好好去晦气。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轻易毁伤，但该修剪还是要修剪的，不然几十年下来头发指甲比腰带都长，像话吗？半个时辰后，洗漱完毕，换上新衣的谢冲再次出现在你面前，看得你眼前一亮，这老小子还挺帅的嘛。谢冲边整理新衣边问道：“少将军，卑职需要做什么？”你笑道：“先当个记录员吧，把你那些狱友的基本信息、所犯罪行以及性格特征全都登记造册，然后给他们安排房屋休息，明早集合。对了，囚犯共有多少人？”谢冲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道：“共432人。”卑职这就去登记。
绩，送走谢冲，你去向关羽汇报，顺便了解募兵情况。募兵工作进行的不错，短短半天就招了2万人，但也到极限了。建业常住人口只有30-40万，能招募2万不错了。王府却并不满足，在城内募兵的同时，也在城外各村设置了多个募兵点，准备再招1万，共计3万，再加上关羽从大别山带来的6000和新肥即将带来的大别山群盗，兵力接近5万，守城足够了。至于吴军密探或者曹魏校士府混进来怎么办？你丝毫不担心。堂堂关二爷若连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干脆别混了，趁早回家抱孙子去吧。你没插手征兵工作，从新招募的兵丁中抽出1000余，加上囚犯凑够2000之后，便带着他们去府库搬装备。一夜无话，天亮，全副武装的2000新兵被集中到院子。你穿着明光铠站在队伍前面，满脸严肃地说道：“我是关心关安国，我的任务是出城游击，袭扰吴军后方，从而减轻关将军守城的压力。这项任务不但艰难，而且危险。有不愿去的，现在就可以站出来，我绝不为难。”众人面面相觑，沉默不语。片刻之后，有人脚步晃动，萌生退意。谢冲见此，自觉当脱，挥手喊道：“不就是吃苦吗？又不是没吃过，跟吴军拼了！”孟俊跟着喊道：“没错，人死屌朝天，不死万万年，老子豁出去了！”众囚见此，齐声呐喊道：“誓死追随少将军，誓死追随！”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做了东吴冤狱的，对东吴官场怨气极大，因此格外坚定。招募的新兵却因者寥寥，没几人附和。你也没责备，抬手制止众囚呐喊，继续说道：“不急着表态，接下来我会进行为期2天的训练，训练结束再做决定。还是那句话，想走的绝不为难，留下的则根据训练表现选拔队长、屯长等基层将官。现在我命令，2天时间能训出个屁来，充其量就是让大伙熟悉熟悉，简单磨合一下而已。但没办法，他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必须争分夺秒才行。你带着众人训练队形，每半个时辰休息2刻钟，利用休息时间让大伙相互交流、相互熟悉。你本人也没闲着，积极在人群中穿梭，并随机抽取士兵单聊。你叫什么名字？家里几口人？你有什么特长？什么梦想？如果仗打完了又有钱了，最想做什么？有什么委屈跟我说说吧，或许我可以帮你出主意呢。这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穷才当兵的，当兵也没太大梦想，只是单纯的想吃顿饱饭而已。穷鬼屌丝从未被社会善待过，长年累月下来积攒了太多的辛酸与委屈，这些委屈平时还能忍住，可当你以大哥哥的语气柔声安慰，并且说出错不在你这样的话时，这群铁打的男儿便再也忍不住放声痛哭。其他未被谈话的士兵受到感染，同样红了眼眶，看向你的眼神再也没了先前的抵触与戒备，他们太需要被人关怀，被人理解了。谈话结束，训练继续，到了饭点立刻停下干饭，片刻都不带耽搁的。今天的伙食格外丰盛，热气腾腾的白米饭管饱不说，还吃到了从未吃过的酸菜鱼。大汉食谱太过单调，冬天能吃的只有咸菜，江东又不缺鱼，你索性便将2者结合，弄了点便餐出来。虽然只有一个菜，将士们却都狼吞虎咽，吃得热泪盈眶。在场大多数人半年都吃不到1顿白米饭，更别说酸菜鱼了，这对他们来说堪比国宴呢。严氏边吃边哭道：“太好吃了，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米饭，这样的美食让我当断头餐吃都行。”你闻言鼻子一酸，虽不是断头餐，但也吃不了几天，等出了城估计就得饥1顿饱1顿了。饭后训练继续，2天时间在训练、谈话和享受美食中很快过去。第3天早晨，队伍再次集结，你面朝队伍郑重说道：“训练结束了，该做决定了。不想跟我出城冒险的出列，